为了拯救奶奶的苏慈，她不得不代替妹妹成为邺城首富傅南城的妻子，上攀他的床。总统套房里光线微暗，床上躺着一位身材挺拔、五官俊美的男人，面貌英俊，无可挑剔的完美男子。此时有一双轻柔的手默默地摸索上去，爬到男人身上。女孩试图解开男人身上的皮带，突然一个大手抓住了他的纤细手腕，然后一把将他拉到了自己身上。他嗅到了一股酒气，同时传来一道冰冷刺骨的声音：“你是谁？”苏慈下意识抬头，他不知何时已经睁开眼睛，眼神阴沉。苏慈心头一紧，伸出食指压在他的唇上：“嘘，别问，我就是你的妻子。”红唇封住了他的薄唇。隔日清晨，那张雪白床单上，一朵前合的雪梅，庞福是长战役后的最后一个胜利壁画。傅南城打量那朵雪梅，第三方里滚动着一团无法言喻的复杂表情，心想这小丫头胆子倒是不小，居然趁他熟睡时溜之大吉，一交代都没有留下。此时秘书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说明昨晚的女人是夫人。傅南城完全不记得自己已经结婚了这件事情，不过突然想起来，2年前傅家与苏家有段婚约，奶奶在他不知情的状况下私自做主签订了一段婚约，迎娶苏家女儿苏雪，所以他一回来就把这个隐婚2年的妻子给睡了。傅南城严肃地说：“走，回豫园。”此时此刻，苏慈正在向苏雪回报任务，自己已经完成了。苏雪盯着苏慈脖子上的非常多的吻痕，心里充满了又嫉妒又愤怒的心情，心里想着这些都是傅南城种下的，本来全部都是我的，偏偏我已经失去了处子之身，现在是不是可以放过他奶奶了？苏雪严肃地看住苏慈：“昨晚的事情，你最好给我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如果敢把跟我老公睡的事情传出去，你和你奶奶就死定了。现在傅南城已经接手了傅家，你的替身任务就到此为止了。从现在开始，我要做回傅太太。”此时苏慈心里想着，原来昨晚那个陌生男子竟然是那个神秘的傅家掌权人傅南城。2年前苏雪嫌弃他是私生子，让我替他嫁，现在又想做回傅太太。这时苏雪抬手将苏慈右脸上的粉底给擦拭掉，一条长长的疤痕从右脸上显露了出来，并询问着苏慈听到没。看着那条长长的疤痕，他在心里嘲讽了一句：“丑八怪。”此时房门匆忙的打开，女佣急忙的跑过来说：“主人回来了。”苏雪冷漠的盯着苏慈，大门慢慢的被推开，有一个人帅气的身影慢慢出现，紧接着傅南城穿着西装走了进来。苏慈心里想着，傅南城怎么会突然跑来了呢？苏雪激动开心的飞奔到傅南城的身边，扑向他，并说道：“老公，昨晚你在酒店房间内弄得我好疼呢。”此刻傅南城一把抓住苏雪的手，一句冰冷的话从他口中讲述着：“你竟敢将主意打到我的头上，如果你不想活了，可以跟我说。”苏雪紧张的解释：“是奶奶催着我们圆房给我下药，我也是受害者。”此刻傅南城冰冷的眼神看住苏雪，心里想着又是奶奶。苏慈默默在旁边心里嘀咕：早听说这位傅家掌权人在商场手段强势，毫无怜悯之心，如果让他知道昨夜是他，那他将万劫不复。于是此刻气氛令人难以忍受的窒息感，苏慈只好慢慢谈的眼眸突然深邃而暗淡。庞福看透了他的掩饰，那刹那间锐利庞福切割空气的刀锋。是你！苏慈感觉心跳加速，心中默念：天哪，他认出我来了。与傅南城目光，一个丑女竟然有这么漂亮的眼睛。其实苏雪的脸是整容来的，当年砸重金请来的整形大师说他曾在帝都的繁华街头见过一位绝色少女，他的脸就照着那位少女整了。难道说当时帝都大街上的就是苏慈吗？但转念一想，我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苏雪骂了一句丑陋的人，然后转身走了出去。苏雪走出厨房后，吩咐下人把苏慈安排到最小的丫鬟房，还让她做最脏最累的活。苏慈回到了佣人房，她坐在镜子前看着自己，她不想留在这里，但想到奶奶，她也没有别的选择。她其实也是苏家的女儿，只不过当年苏家抱错了孩子，养育了假千金苏千柔，而她这个真千金是在乡下长大的。后来苏家将她接了回去，但是见她是个脸上有伤疤的丑女，又嫌弃她从乡下来没见过世面，苏家就一直没有正式认领她。她在苏家住保姆房，受尽冷眼，尤其是二女儿苏雪，特别喜欢欺负她，剪坏她的衣服找她麻烦。当她想抛弃一切离开苏家回农村时，傅家和苏家开始联姻。傅南城当时还是个私生子，苏雪又不想结婚，就把奶奶抓了起来，威胁住苏慈，让苏慈做替身代替自己嫁给傅南城当妻子。苏慈含着泪水心想一定要把奶奶救出来。此刻傅南城端住顶级红酒，站在窗边，外面明亮的光束透过窗户反射在他英俊的脸上，镀上了一层璀璨的光芒。他放下红酒杯，静静地躺在床上。傅南城突然闻到了一股隐约的香味，他这些年失眠严重，昨晚却因为身上的香味睡着了。为了验证这一点，他立刻起身准备下楼。刚走出房门，来到了客厅，找到了那个非常熟悉的身影。他立刻走了过去，将他的手放在他的腰上，然后用2只手将他搂在怀里。隔着薄薄的布料，男人宽阔精瘦的胸膛从后面压在他的身上。苏慈愣了一下，这时男人英俊的脸凑近了闻他粉色锦缎的味道，然后问苏雪为什么这么香，用的是什么香水。不用回头他都能猜到后面是傅南城。苏慈的小脸瞬间染上一抹红晕，心脏也不受控制的砰砰直跳。少爷，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少奶奶。
傅南城这才发现自己抱的不是苏雪，这已是他第2次认错人了。外面传来的女佣的声音喊着少奶奶，苏慈一慌，连忙伸出手用力推开了她，手指碰到了玫瑰花之上的尖刺，她的指尖被扎出了鲜血，一滴滴落下来。傅南城看着她惊慌不安的样子，好像很怕自己，每次都不敢跟她对视。他低声问：伤哪里了？没事，谢谢少爷关心。说完就抓着自己的指尖送入嘴里，樱桃小嘴泛着天然斩蓝色的水红。男人眸色暗了暗。石苏雪走了进来，他一看到傅南城和苏慈站在一起，脸色大变，连忙呵斥苏慈赶快去厨房干活。等苏慈离开，苏雪娇滴滴地看向傅南城：老公，我们去吃早餐吧。苏慈在厨房里平稳着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刚才他心惊不已，还以为傅南城认出了自己，好在他只是认为自己抱错了人，现在他只想救出奶奶，不想招惹上那么危险的大人物，吓死宝宝了。他端着牛奶来到餐厅，正好听到苏雪在说他的坏话。老公，这个苏慈就是乡下来的小丑女，大家看到她都避之不及，毕竟看到她那张丑脸，大家都会倒胃口，也就只有我心善，才把她留下来当个女佣。苏慈已经习惯苏雪的冷言冷语。苏慈他抬头看了一眼男人，傅南城坐在餐厅的主位上，手里拿着一份商务报纸，好像没有听到苏雪在说些什么。白天苏慈在上学，放了学他站在路边，本想打车回豫园，可是半天也没打到。就在这时，一辆豪车停在了他的面前，后座车窗缓缓滑下来，露出傅玉那张俊脸。他是苏慈的同学，校草出了名的小霸王。小丑女，你现在打不到车的，我送你一程。苏慈打开后车门坐进去，进去就后悔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个熟人，前面开车的人竟然是傅南城。他怎么在这儿？傅南城是傅爵的小叔，这也太巧了吧，我也太衰了吧。傅爵说着，小叔，这位是我同学苏慈，他一直喜欢住我，今天还给我情书，我念给你听听。亲爱的傅少，我真的好喜欢你。情书上的文字让苏慈一阵恶寒，他什么时候给傅爵写情书了？一定是学校的同学恶作剧，用他的名义写了一封情书给傅爵，一定是学校的同学恶作剧。苏慈不动声色地打断傅爵的话，是吗？傅南城一双黝黑的侠眸透过后视镜淡淡地看了他一眼，两个人四目相对，苏慈心跳顿时加速，他不敢跟他对视，因为一对视他就想起那晚在酒店房间里盯着他看的眼神，凶狠阴厉，又翻涌着猩红的情潮。小丑女，没想到你这么喜欢我，那我们开始交往吧，从现在起你就是我女朋友了。苏慈正要有所动作，这时刺耳的刹车声响起，傅南城在路边停了车，低沉富有磁性的嗓音在耳畔响起，傅玉下车。小叔，我还没到呢。傅南城严肃地说，腿断了吗？自己跑几步就可以了，心里想着他们两个谈恋爱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在别扭什么。苏慈抬头看着冷漠薄情的男人，他一定认为那封情书就是他写的了吧。很快车子停在了豫园门口，男人没有说话，打开车门抓着苏慈的手，别去招惹我小侄子。苏慈愣住了，傅南城躺在床上却无法入眠，因为床上残留的香气已经完全消散，所以他又开始失眠了。坐起身子，祖母是他的弱点。苏雪再次提醒他，不能让傅南城触摸他，并要求他在早上6点离开之前不许多睡1分钟。苏慈坐在梳妆台前，却没用粉底遮住脸上的疤痕，反而用卸妆水慢慢将其清除，展出一张清冷绝美的脸庞。一定要小心，不能被他们发现没有这道疤痕。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小心隐藏自己的身份，赶快找出奶奶的下落。在主卧室里，傅南城的在思考住，为何眼睛如此前进的小女仆竟然写了一份如此露骨的情书给他的小侄子。苏慈缓缓走到床边，心里想着，本以为那晚过后两个人不会再有交集，没想到还要继续假扮苏雪。他小心翼翼地爬上床，离他远远地睡在另一边。傅南城开眼就看到睡在床边的身影，估计动一下就要掉下去了。他不悦地说，睡那么远干什么？过来睡我怀里。苏慈心里并不想，可是现在他是苏雪，如果不睡过去肯定会让他起疑，于是坐起来往男人身边靠去。傅南城发，那你是说这是你的体香？男人低沉的嗓音带着一点笑意。苏慈脸上一红，我不是这个意思，少爷。傅南城迅速伸手捏住了他小巧的下颌，迫使他抬起头，你怎么叫我少爷了？心想只有那个小女佣才会叫他少爷。苏慈心里咯噔一跳，他因为紧张都忘记改口了。现在傅南城狐疑地看着他，连忙解释自己是因为第一次和他睡在一起太紧张了。傅南城看着他的小脸，那晚爬我身上的时候不是挺大胆的？苏慈苍白无力地解释，那是因为当时中了老夫人的药。男人附着淡淡薄茧的手指撒着他的下颌，问他那应该叫什么。想起苏雪那娇滴滴的一声声老公，苏慈整个人都觉得不好了。他想逃避，但是男人捏着他的下颌，强势霸道的作风让人逃无可逃。他飞快地叫了一声老公，然后将小脸躲在了他的怀里。如果有一天他知道自己怀里搂的是小女佣，会是什么反应？傅南城温柔地说道，睡吧，晚安。1日他睁开眼的时候，发现已经6点钟了，立马惊醒坐了起来，他怕苏雪找他麻烦。男子被他吵醒了，开口嗓音带着初醒慵懒语气询问，怎么这么早，陪我再睡一会。他能感觉到苏雪已经磨刀霍霍在门外等着了，他只能轻声安抚的男人，让他自己再睡会。傅南城不明白为何他走得这么着急，像是赶时间的样子。
苏慈用非常迅速的身影消失在主卧室中，立刻回房间将脸上的伤疤补好。出了自己房间，遇到了脸色冰冷的苏雪，并询问着为何跟我老公多睡5分钟，是不是他的怀抱太温暖，让你舍不得出来？苏慈无语地说：“既然你这么不放心，我下次不要让我再去和你老公睡。”苏雪一想到苏慈躺在傅南城的怀里，她就极度的发狂。不过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你身上喷了什么香水？把香水交给我。苏慈不明白傅南城和苏雪为什么都问他喷的什么香水，但还是拿了一瓶给他。苏雪没想到苏慈给他的竟然是某顶级香水的限定款，可这瓶已经被用空了，那我不就要买到这瓶香水才能上傅南城的床？愤怒地说：“你这丑八怪，用什么限量版顶级香水给你用，多浪费了！”苏慈抬手一把攥住了苏雪的手腕，给你用就不让往后跌倒。苏慈，你干嘛推我？苏慈无语地看住他。傅南城的身影走到苏慈面前，指责地问他谁让你动手的，并要求他立刻向苏雪道歉。苏慈先理直气壮说：“我没有推他，他是装的，所以我不会道歉。”苏雪扯着傅南城的手臂：“老公就是他，将我推倒的。”傅南城大声地说：“趁我现在还愿意给你机会，立刻道歉。”苏慈心里想着，我竟然对他还有所期待，我真傻。我不过是苏雪的替身，对他，因为苏慈就是用那香味才让傅南城念念不忘。雪雪别着急，香水已经托人去买了。苏慈，我和你爸打算准备把她嫁人。苏雪听到这天大的好消息，露出阴险的笑容，嫁人。他们还准备了厚礼让苏慈送过去。此刻苏慈看住手机荧幕显示着黎兰的电话，电话那头说着：“你待会来云丽大酒店谈谈你奶奶的事情。”苏子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这对母女肯定要搞事了，并传了封简讯给苏雪：“我忘了带房卡了，你快给我送过来，不然我进不去了。”苏慈拦了一辆计程车，到了酒店慢慢走了进去。傅南城在车上看到他，心里想着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呢？苏慈直奔黎兰说的809号房间。这时回廊里，傅南城带着宋秘书过来，他看着苏慈先进了房间，紧接着一个男人也走了进去。秘书接着说：“总裁刚刚那位进去的男人叫孙权，有特殊癖好，听说2个老婆都已经死了。”心里嘀咕着总裁刚刚在楼下看苏小姐，怎么感觉别有用心呢？并询问着傅南城总裁要不要把孙少弄出来，他自己进去的，又没人逼他。说完便转身离开。苏慈刚进房间就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他扭头一看，就看到了一脸猥琐的男人。原来这就是黎兰约他出来的真正目的。他问男人是谁，因为苏慈是侧着站在窗户边，半边脸隐在不安的光线里，孙权只看到他完好的半张小脸。好美啊，我叫孙权，你就是苏家给我送来的新娘。说着他急切地扑了过去。苏慈一个侧身闪开，孙少正个扑倒在地上跌了一跤。这时他将整张脸都转了过来，孙权就看到女孩那半张脸上狰狞的疤痕。你这个丑八怪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苏雪喊着叫救他。苏慈冷冷说道：“邺城第一美女才能配得上孙少，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关了上门离开。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傅觉，还以为傅玉是开玩笑的，怎么一直骚扰我？于是苏慈不理他，继续走着。可是这时前方走来了一道熟悉的身影，他慌乱地找地方躲，他试着推开手边的一个总统套房的房门，他快速躲了进去。是傅觉好像也直奔这个总统套房而来，嘴上还一直喊着小叔。苏子倒吸一口凉气，这不会是傅南城的房间吧？苏子扫了眼这个偌大的房间，然后跑到床边钻进了被子里。沐浴间的门开了，听声音，苏子已经确定这就是傅南城了，所以他为了躲避傅玉，躲到了傅南城的床上。小叔，听说你娶了邺城第一美人苏雪，这么大事情都不跟我说说，什么时候要让我见小沈呢？男子开口说：“好过2天来家里吃个饭。”察觉到了异常，床里面有人。苏子那张有着长长伤疤的小脸闯入了他的视线，他怎么会在这里？傅觉这个角度看不到里面，他拿出自己的手机，纳闷道：“小叔，你看到苏慈了吗？他今天也在这家酒店，但是我没看到他，打他电话他也不接。”他用乞求的眼神看着他那双好看的眼睛，仿佛在说：“不要将我供着美。”伸手想将他从自己的床上拎出去。就在此时，苏慈扑过去，一把抱住男人的腰身。少女身体突然扑过来，让傅南城他一把将女人的发丝扯断。傅南城深色猩红的眼眸死死地盯着他，怒喝着：“从我床上滚下去！”苏慈迅速下去，站在他的面前，解释自己并不知道这是他的房间。他也是听了他的警告，为了躲他，小侄才无意识躲进这个房间。傅南城伸出修长的手指捏住他的下颚，他的声音冷冰冰的，充满了讥讽：“还不承认你刚才跟那个孙权去开房了吧？”苏慈怔了一下，原来他看到了我，那是因为男人完全不想听他的解释，一边吊着我小侄的胃，一边又跟孙权来开房，现在还爬上我的床。苏慈，你周耻！看着男人暴怒的样子，苏慈突然勾起一抹淡淡的笑：“你这么生气干什么？难道你被勾引到了？”男子愤怒的道：“你说什么？”苏慈调侃说着：“莫非不是嘛？你现在的样子就像是不甘心被我这种女人勾引到恼羞成怒了。”傅南城的眸色倏然暗沉了下去，他抬手一把掐住了他纤细的颈脖：“苏慈，你找死！”苏慈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一张小脸迅速涨红，窒息感越来越强烈。他要将他掐死，但他不想死，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突然，他想到了什么，当即凑上前吻住男人的薄唇。此刻男人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真的是疯了。那晚的女孩是苏雪，我怎么觉得这个小女佣更像她？
傅南城还是警告着苏慈，这是最后一次，再敢爬上我的床，肯定让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接着继续说，再怎样我也喜欢漂亮的女人，别妄想我对你没兴趣。苏雪默默心里想着，谁稀罕让你感兴趣。苏慈进了洗手间后，用冷水洗了一把脸。傅南城讨厌他没有关系，反正就出奶奶，他就会消失在他的眼前。然后走出了云丽大酒店，努力将刚刚发生的一切全都忘记。这时，傅玉从前方跑了过来：“小丑女，原来你在这里啊！我找了你一半天了。”苏慈心想，这个阴魂不散的傅玉既然找来了，要找我有事吗？非要有事情才能找我女朋友吗？走，跟我约会去吧。苏慈解释道：“傅少那封情书不是我写的，我也不喜欢你，不会做你女朋友的。”苏慈想要离开，但是这时傅玉瞪大双眼，无比震惊地看住他。天啊，苏慈，你长这么漂亮，前麻扮丑啊！这时傅南城的身影从酒店慢慢走出来，傅玉发现傅南城在那，当即大声叫道：“小叔，你快看苏慈的脸！”苏慈立刻躲在他身后，不让傅南城看见自己的脸。傅少，请不要将我扮丑的事情告诉别人，尤其是你的小叔。傅玉好奇地问：“为什么？”因为这其中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傅少求你了，千万帮我保密，别说出去。见苏慈的神色这么严肃，傅玉接着说：“我可以答应你，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情。”他一问住，问什么事？当我女朋友，他连忙拒绝：“不行，我都说了不喜欢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我先走了。”一神盯着自己，只好继续躲在傅玉身后。男人看到这一幕更加怒了，朝他们走了过去。傅玉笑一笑：“那你当我1个月的女朋友，如果1个月你没喜欢我，那我就不缠住你了。再不答应的话，就要穿帮了。”好，我答应。我现在去补个妆。苏慈转身跑了。这时傅南城走了过来，他看了一眼苏慈消失的方向，不悦地抿起了薄唇：“傅爵，你在这里嚷嚷什么？我好像听到你让我过来看苏慈的脸。苏慈的脸怎么了？哦，小叔，我让你过来看看苏慈的脸有多丑。我发现今天的苏慈又比昨天的苏慈丑了一点，哈哈哈。”刚补完妆返身回来的苏慈：“小丑女快过来！小叔，我现在正式向你宣布，小丑女是我的女朋友了，她已经答应跟我交往了。”苏慈感觉傅南城冰冷犀利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快要将他给盯出几个洞来了。刚从他的床上下去，现在就做了他小侄的女朋友。苏慈按键接通：“喂，妈。”“苏慈，你现在立刻回家一趟。”黎兰声音冰冷的将电话给挂了。苏家一进客厅就听到了苏雪的哭声：“妈，这是苏慈发我的简讯，他故意将我约到809号房，让孙权欺辱我。”苏雪现在衣衫不整，身上还挂着彩，看着好不凄惨。黎兰心疼的搂着苏雪安慰。这时看到苏慈回来，他当即站起身指责道：“苏慈，你真是太有心机，太恶毒了！你竟然将你妹妹骗到809号房给孙权欺负，你知道孙权是什么人吗？”伸手要扇了过去。苏慈站在客厅里，抬头看着黎兰，轻轻笑了。原来妈也知道孙权是什么人啊，我还以为妈不知道呢，抓着苏兰的手。这时苏昌荣一脸阴沉的走了进来，黎兰当即问道：“老公，孙少那里怎么说的？”刚才苏雪情急之下用台灯砸了孙权的脑袋才逃脱的，孙权捂着后脑勺的血冲到苏家，要找苏家算账。苏昌荣是赔笑又赔罪，现在心情相当不好。还能怎么说？孙家在 CC 香水那边有人脉，前段时间通过孙少的牵桥搭线，我们苏氏已经将投标书成功送到了 CC 香水那里了。只要苏氏跟 CC 香水达成了合作，那我们苏氏就要坐上香料界的龙头宝座了。可是现在苏雪将人家孙少的头给砸了，孙少扬言要断了我们跟 CC 香水的合作。说着，苏昌荣瞪了苏雪一眼。苏雪无比的委屈：“爸妈，这件事都怪苏慈，我是无辜的呀。”苏昌荣不悦地看向苏慈：“慈，我知道这些年你在乡下长大，疏于管教，但你也不能野成这样。你知道孙少和 CC 香水对我们苏家有多重要吗？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为了跟 CC 香水合作，你们可以将自己的女儿给卖了。”苏昌荣，你……慈，孙少在 CC 香水那里说得上话，那可是 CC 香水，他这根线不知道多少人想搭上。你是苏家的女儿，就应该为苏家出一份力。黎兰道：“苏慈。”黎兰怒道：“你看雪雪这张漂亮的脸蛋，她可是邺城第一美人，又嫁给了邺城首富傅南城，她怎么处理？还有千柔是邺城第一名媛，学历高不说，在调香里还有天赋，前2年被送法国深造，是我们苏家未来的希望，她怎么处理？”这时苏雪插嘴道：“苏慈，我们都知道你嫉恨千柔姐姐，恨她抢走了你这么多年苏家千金的身份，但你就是乡下来的小丑女，跟千柔姐姐有云泥之别，我只认千柔姐姐是我姐姐。”苏慈冷笑，他一直都知道他在这个苏家是个外人。苏千柔在邺城名声很响，自幼被苏家当千金名媛栽培，相当优秀，有第一名媛之称。苏家又是制香的，苏千柔在调香上有天赋，几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所以当初知道抱错孩子时，苏家根本舍不得苏千柔这个假千金，反而嫌弃起她这个在乡下长大的丑女真千金。而苏雪是小女儿，整容过的这张脸被所有人当成宝贝，盼她嫁入权阀贵胄家。她也不辱使命，嫁给了第一财阀傅南城。只有她苏慈被所有人看不起，冇人爱，可以随时为了苏家牺牲。苏慈挺直了纤柔的腰杆：“我是想为了苏家出力，但我是从乡下来的小丑女，人家孙少看不上我，帮不了你们了。”说完，苏慈直接转身离开。逆女！苏昌荣气到心口疼。苏慈出了苏家，他拿出手机发了一条简讯，将苏氏的投标书打包退回去。很快那端就回了一条：“是 boss。”苏家
苏昌荣接到了一个电话，他面色大变，什么？老公，发生什么事了？苏昌荣挂断电话 ，CC 香水那里将我们的投标书给打包退回来了。这时苏昌荣想起了一件事，雪雪，你那里怎么样了？有毛有跟傅南城同房呢，傅南城究竟什么时候公开我们的关系？虽然苏雪嫁给了傅南城，但是隐婚，某什么人知道？某人知道苏雪就是傅太太，也某人知道她是首富大人的老丈人。说到这个，苏雪有点吞吞吐吐的了。爸爸，我那里发展不太顺利，还毛有同房。啪！苏昌荣一巴掌拍在了茶几上，毛用的废物，都这么久了还爬不上傅南城的床。你看我现在到处碰壁，想跟 CC 合作都要求人，如果傅南城肯公开关系，那现在都是别人来求我了。昌荣，你再给雪雪一点时间。黎兰护着苏雪，苏昌荣面色阴沉，时间我可以给，但是你们不要把事情搞砸了。要知道傅南城的这段婚姻本来就不是雪雪的，以苏家的地位根本就够不上顶级豪门傅家，更别说跟傅家掌权人傅南城联姻了。苏慈回到了御园，苏雪当即将指甲掐入了自己的手心里，艳羡又嫉妒。作为傅太太，她都还毛有睡过傅南城的怀抱。傅南城在沐浴间去冲澡，冰冷的水液从头顶洒了下来，溅在他结实的肌肉上，然后弹溅开。他敛着俊眸，沉默地冲着冷水澡，脑海里都是那张有着一道长长伤疤的小脸。他竟然无视他的警告，真的跟他小侄谈恋爱了。他会不会将勾引他的招数又在他小侄身上用一遍？他究竟有过多少男人，身体有多脏？心里恼他，但是更恼的是自己，因为也许他说的某错，他真的被他给勾引到了，身体的反应骗不了人。关了莲蓬头，傅南城穿着黑色丝绸睡衣走向床，一上床就嗅到了女孩身上那股清甜的体香，徐徐诱惑着他的神经。傅南城扭头看着身边这道纤柔的身影，然后伸出剑臂将她抱在了自己的怀里。睡梦里的女孩嘤咛一声，缓缓睁开了惺忪睡眼。吵到你了？傅南城低声问。苏慈迷糊了几秒才恢复清明，他回来了，他又睡到他怀里了。苏慈抬头见他英俊的眉心一直微微蹙着，他不禁小声问，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人惹你生气了？苏慈那个小女佣吗？别提他，果然是因为他就这么讨厌他吗？也许意识到自己的语气重了，傅南城伸手捏住了他小巧的下颌，看着他这张漂亮淫欲的小脸，我只是不想谈这些烦心事，是不是吓到你了？苏慈摇了摇头，傅南城的眸色就暗沉了几个调，附着薄茧的拇指也落在了他的红唇上，开始摩挲。他干什么？一把烈火从他的红唇瞬间燃烧到了他的全身。苏慈咬了一口，抬手去推他，傅南城吃痛，放开了他。他用手背擦了一下被咬的唇角，竟然擦出了血，他将他给咬破了。什么意思？他面露不悦，尾调轻扬的一声透着无比的强势。苏慈现在有口难言，这时他急中生智，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肚子。我不是拒绝你，我是来小日子了，身上不方便。真的？傅南城有点狐疑。苏慈用力的点头，一脸真诚的看着他，当然是真的。傅南城这才信了他，他的大手落在他平坦的小腹上，轻柔的打着圈。肚子疼吗？不疼。苏慈乖巧的窝在他的怀里，刚才紧绷的神经跟着慢慢松懈了下来。这时头顶就传来了他低哑性感的嗓音，你来小日子应该也可以亲吻的吧？视线里一黑，男人挺拔的身躯压了下来，再次吻住了他的红唇。他身上有一种类似于冷杉的清冽男人味，高级香氛混合着他身上很烈的雄性荷尔蒙，让人闻了就要身体发软。苏慈连忙抬手拽住了他胸前的睡衣，怔得不知所措。傅南城毛有闭眼，就这么直勾勾的看着他，他这双碎亮的橙眸在被吻之后惊起了一路水漉漉的波光，像受惊的小鹿，这份干净清纯无可比拟。狭长的眼梢里落上猩红，他微微松开他的唇，哑声问，毛跟别的男人亲过？他怎么问这个问题？苏慈羞赧的无法回答。傅南城看他的样子已经懂了，他毛有，虽然知道那天晚上是他的第一次，因为床单上有落红。苏雪太干净了，这些年他身边一个女人都毛有，但是30岁的男人该懂的都懂，他也是成熟且正常的男人。他这么干净，他心底多了一层怜惜，至少他不像那个不懂自爱的小女佣，到处招惹男人。放轻松点。他再次吻上了她。苏慈明显感觉这一次他变得温柔了起来，他轻轻的碾压过她的红唇，极尽耐心的对她。不知道亲了多久，傅南城将她松开他，将她抱入怀里，睡吧。苏慈将红的能滴出血来的小脸，这时苏雪突然想到了什么，傅南城还卯有醒，那他现在就可以。苏慈，等过个10分钟你就进主卧，把昨晚傅南城换下的衣服给收了。看着苏雪那充满算计的笑容，苏慈就知道他又在盘算什么了。他点头，好。苏雪快速上了楼，推开了主卧的房门。傅南城还卯有醒，他的机会来了。苏雪轻手轻脚的来到床边，然后掀开被子躺了进去。现在傅南城就在他的身边，看着男人那张熟睡的俊颜，苏雪心痒难耐，她终于可以睡到他的怀里了。苏雪慢慢的移过去，近了，她将自己的脑袋靠在他精瘦的胸膛上，反感厌恶，下去，让周婶将床单被子全部换掉，以后白天不许上我的床。他冷声道。苏雪吓得脸色一白，这时哒一声，主卧的房门打开了，苏慈出现了。老公苏雪当即伸手拉下了吊带睡裙一侧的肩带，将白皙的娇肌和若有似无的春光露了出来。然后苏雪来到苏慈的面前，故意笑道，
苏慈，你被骂了吧？这下你该认清现实了，我老公只是将你当成我了。你知道我老公为什么这么生气吗？因为刚才你打扰了我们的好事。昨晚你为什么要说我来小日子了？要不然我跟我老公斗。苏雪越说越暧昧。苏慈卯什么表情？原来苏雪让他10分钟过去，就是为了让他看到他们夫妻在一起的。男人那生滚，对他满满的讨厌。昨晚果然只是梦，甚至他都不知道梦里是他，记住的只有他一个人罢了。这时大门被打开，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小叔，小叔，你起床了吗？苏雪迎上前：傅少，你怎么来了？傅觉双眼一亮，当即道：小丑女，你怎么也在这里？咦，你脸上的伤疤呢？你今天不扮丑了吗？苏慈一听就知道傅觉将苏雪当成他了，毕竟两个人的脸一模一样。苏慈想说话，但是这时楼上传来了一道低沉的嗓音：什么扮丑？傅觉，你在说什么？苏慈心里咯噔一跳，糟了，傅南城听到了。傅觉这才看到苏慈，他又看了看跟苏慈长得一模一样的苏雪，这位不会是他的小婶婶吧？小婶婶怎么跟苏慈长得一样？傅觉懵了。傅南城的目光落在了苏慈脸上，深邃的霞眸缓缓眯了起来。以前他怎么没发现苏慈毛有伤疤的左半边脸竟然跟苏雪很相似？如果将他右脸上的伤疤挡住，那他……傅南城看着苏慈，过来。苏慈心里铃声大噪，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难道今天就要穿帮了吗？整个客厅的气氛倏然紧张了起来。傅觉和苏雪已经大气不敢出一声了。苏慈来到了傅南城的面前：少爷，你有什么吩咐？把你脸上的伤疤挡起来，我来看看你的脸是不是跟苏雪是一样的。少爷，你不动手，那我就动手了。傅南城将他扯到了自己的面前，然后伸手挡住了他脸上的伤疤，他清冷绝厉的小脸就露了出来，果然和苏雪是一模一样的。傅南城看着他这张肌肤如白瓷的小脸，还有这双水陆银亮的成眸，这张脸岂止跟苏雪是一样的，还跟昨天晚上前天晚上睡在他怀里的那张小脸是一样的。傅南城眼里像打翻的浓稠墨汁，黝黑危险的让人如临深渊。你的脸怎么跟苏雪的一模一样？老公，苏慈照着我的脸去整容了，什么时候拍照的？快点把照片给我。苏雪，如果你不告诉我奶奶在哪里，我就将这张照片发给傅南城。如果让傅南城知道你给他戴了一顶绿帽子，不但你傅太太的位置会不保，家也会跟着遭殃的吧？苏雪脸色一白，她毛想到自己昨天被苏慈算计，今天又被他给拿捏，这个苏慈实在太不好对付了。苏慈，不要告诉傅南城。那你还不快说我奶奶在哪里？苏雪咬着牙道：中山医院311病房。苏慈勾唇：苏雪，这一次谢谢你了，我先走了，还有我不会再回来了。什么？他不回来了？那今晚谁陪傅南城睡觉？苏雪顿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晚上，傅南城带着宋秘书回到御园，进了书房。傅南城坐在办公椅上，正在批阅档案。他猛抬头，嗓音低沉淡漠道：联络到 CC 那里了吗？联络过了，不过 CC 那里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宋秘书恭敬地回道。傅南城皱眉：这么大的架子，让人送一杯咖啡过来。是。很快，书房门被推开，周婶将咖啡送了过来。少爷，你的咖啡。傅南城放下了手里的钢笔。苏慈那个小女佣呢？刚才我回来就毛有看到她，她不干活在干什么？回少爷，苏慈那个小女佣辞职了。辞职了？难道她去她小侄那里做什么个人专属小女佣了？他已经警告过她2次了，第一次让她离他小侄远点，第2次让她立刻和他小侄分手，他竟然敢这样无视她。傅南城拿出了手机，翻出苏慈的电话号码，然后拨了过去。中山医院，苏慈正在病房里陪奶奶，他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奶奶。这2年奶奶消瘦了很多，精神状态也不好，昏昏沉沉的，还毛有苏醒。苏慈拿出一颗香丸放入奶奶的嘴巴里，然后握着奶奶的手，静静地守在奶奶的身边。这时手机就响了，是傅南城打来的电话。他给他打电话干什么？现在找到奶奶，他就不受制于人了。那个御园他不会回去了，也不会再做小女佣了，他已经跟这个男人没关系了。至于云丽酒店里星号给他，还有睡在他怀里与他共度的那2夜，就当一场梦吧，反正他也不知道。苏慈挂断电话，然后将他的号码直接拉入了黑名单。傅南城身上的温度已经骤降，因为苏慈将他的电话给挂了。他竟敢挂他的电话！他再次拨过去，电话提示音传来：对不起，因为苏小姐好像将你拉黑了。拉黑他？傅南城从来毛有被人拉黑过，他黝黑的眸子瞬间凝结成冰，一张俊脸阴雾到能滴出冷水来了。CC 香水那里的回复来了，总裁 CC 那里回复了，他说怎么结巴了？是真的不会说话了吗？ CC 说他现在很忙，如果总裁想调香的话，要跟他的秘书预约排队。什么？傅南城的眼风再次飘了过来，你还是不要说话了，滚出去！宋秘书一溜烟的跑。现在书房里就剩下了他一个人，傅南城只觉得心情郁结，不知道是被 CC 那里气的，还是被苏慈那个小女佣给气的。不怕死的见过，但是今年特别多。傅南城起身来到落地窗前，这个位置可以俯视整座城市的夜景。如今的他也站在了金钱权势地位的巅峰，很少能有什么人什么事影响他的心智，他有着过于常人的冷静和克制。可是谁又知道意外会不会在明天来临？对他而言，苏慈那个小女佣就像是突然闯入他生活的意外。他发现自己的心情开始被他左右，这是一个很坏的迹象。
走了也好，以后两个人不会再有交集。傅南城出了书房门，少奶奶呢？让她进我的房间。少爷，少奶奶刚刚回娘家了，听说少奶奶的妈妈摔了一跤，她赶回家照顾妈妈去了。她回了主卧，冲了冷水澡上床睡觉。可是今晚的夜格外的漫长，她怎么都睡不着。翌日，傅南城先去了公司。哦，当即脑补出了一部大总裁爱上小女佣的爱情故事。下班了，夫人不在豫园，回去另外一个家吧。刚进家门，苏慈边跑边回头看傅莹莹，小叔，为什么又是小叔？苏慈和傅莹莹是同学，傅莹莹右脸上有一块胎记，被叫丑女，跟苏慈也算是同病相怜。傅莹莹虽然被叫丑女，但是她乐观向上，性格非常好，一来二去就和苏慈成了好朋友。傅莹莹从来没有向同学透露过她是傅家的千金，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这件事。苏慈感觉自己掉进富窝了。小叔，你怎么还抱着我家慈慈的腰？我家慈慈可是男人最顶不住的1尺6小蛮腰，小叔你就说你抱着顶不顶吧。苏慈这才发现他还抱着自己，男人有力的剑臂箍在他的软腰上，像烙铁一般。他当即挣扎了一下，想摆脱他。傅南城抱着他的时候，就发现了他细软如瓷花瓶口的腰，堪堪一握，他一巴掌就能握住。他忍不住多抱了一会儿。这时女孩是我邀请慈慈进来一起住的。傅南城冷漠地看了苏慈一眼，立刻搬离这里。傅总，一只小手伸了过来，一把拽住了他的西装衣袖。他柔白的几根手指移到他的小脸上，只见苏慈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橙眸，可怜兮兮地望着他。傅总，求求你了，我奶奶进了医院，每天都需要昂贵的医疗费，我真的毛有地方去。傅南城的目光落在他嫣红的唇上，他细白贝齿轻咬过的地方迅速失去了那层水红的颜色，不过很快就会弹回去，娇嫩可人。傅南城突然就想起了前天晚上在主卧里和女孩那个缠绵悱恻的亲吻，喉头点痒。然后他道，等你找到房子，立刻搬出去。说完他上了楼，终于留下了。等他的身影消失在了书房里，苏慈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看来这男人吃软不吃硬。傅莹莹拉着苏慈进了房间，了一本小册子，当当当，慈慈，这就是我的后宫花名册，里面100个美男子，任你挑。苏慈，慈慈，这个小奶狗怎么样？每天谈恋爱黏着你，好甜啊。这个大叔呢，有颜有钱，把你当女儿宠。我不喜欢。那这个呢？哇塞！两个人丝毫没察觉到，此时一道高大挺拔的身躯已经来到了门边。傅南城来了，站在门边就看到2个女孩坐在那里，她们的声音自然也清晰地传递到了他的耳膜，当即打开了房门，沉声训斥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傅南城既然来了，眼花缭乱，他怒极反笑：苏慈，这件事你怎么解释？你自己不学习，还要带坏我侄女？苏慈，瞧你这话说的，你侄女还需要别人带坏吗？苏慈一双水漉漉的橙眸望着他，试图辩解道：傅总，你这么生气干什么？哦，就准你们男人看美女，我们女人看帅哥犯法吗？再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谈性色变的时代早就过去了，难道我们就不能接受一点性教育吗？看着女孩振振有词的伶牙俐齿，傅南城脸色阴沉，猛说话：如果这个小女佣再敢挑战他的底线，傅总，我错了，我改，我错了，我向你道歉。这样吧，刚才的花名册你看上谁了？我去把他的腹肌照弄给你。谢谢您脸，都某看上的。不应该啊，这些都是我珍藏的极品，虽然这些极品都不如我小叔。慈，你有毛有看上我小叔？我去把我小叔的腹肌照弄给你。苏慈炸开了，他惊恐地看着傅莹莹，不知道他的脑袋里怎么有这么可怕的想法。别害我，我不要。说完苏慈就走了。说到其他男人，他毛有反应，但是一说到他小叔，他就被点燃了，这真是像极了爱情。傅莹莹了然的点了点头，原来苏慈真的看上他小叔了呀，有眼光。没问题，这张腹肌照交给他。翌日，苏慈早早的起了床，他先去了别墅的后院，这里已经被他改成了花房，这也是他为什么要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一品兰别墅的风水非常好，当初他就选址在了这里，培育世间罕见品种，但是这里寸土寸金，又是傅家的私人产业，所以他卯能拿下这里。当好朋友傅莹莹邀请他搬过来一起住时，他双眼都亮了。谁知道这是傅南城的产业。苏慈走到了这朵幽灵鬼兰边，经过他多日的细心呵护，白色如鬼魅的鬼兰很快就要绽放了，到时他会研磨成香膏，帮傅莹莹驱除脸上的先天胎记。现在想来，傅南城找上 CC 调香也是为了傅莹莹这个侄女，一切都是真妖巧合。苏慈隐隐感觉自己跟傅南城这个男人冥冥之中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络，怎么断都断不开。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中山医院打来的电话。魏苏小姐，你快点过来吧，你奶奶醒了。奶奶苏醒了。苏慈直奔医院。病房里，苏慈伸手抱住了奶奶。奶奶，你终于醒了，我好想你。奶奶虚弱的睁开眼看着苏慈，然后抬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疼爱道：原来是我的慈。这个时候苏慈卸下了所有的防备，我再睡一会儿。奶奶又陷入了沉睡。苏慈给奶奶盖好被子，然后直奔苏家去拿自己的玉佩。苏雪看到苏慈惊讶道：苏慈，你怎么回来了？苏慈清冷的眼神看过去，我来拿我的玉佩。苏雪毛想到苏慈这个时候想起了玉佩的事情，玉佩卯了，被他们交给傅家了，换来了这门婚姻。他们也不懂为什么这块玉佩有这么大的威力，竟然让苏家攀附上了顶级豪门傅家。其实傅家真正要娶的是苏慈，苏慈才是傅南城真正的傅太太。苏慈，
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什么玉佩？你跟我们要玉佩有证据吗？如果你毛有证据，我们可以告你诽谤。苏雪理直气壮道。那我去你的房间找。怎么来的这么慢？我第一次见婆婆，有点紧张，所以慢了。傅南城并不喜欢白天的苏雪，但是今天的他将脸上的妆给卸掉了，露出了一张干净白皙的小脸。长长的黑发掖到雪白的耳后，水漉漉的橙眸，秀琼的小鼻翼，还有嫣红的唇，无一不动人。傅南城看了他两眼，突然觉得他像是换了一个人。今天某化妆？他的嗓音柔了几分。如果你喜欢我化妆的话，我现在就去化。不用，我妈在里面等很久了，我们进去吧。好。傅南城向他伸出了自己的大掌。我妈一直催着我结婚生孩子，在我妈面前，我们要扮演恩爱夫妻，明白了吗？明白了。苏慈乖乖的将自己柔软的小手递给他。傅南城握住，带着他进门。刚走进客厅，就听到了傅夫人林香玉左顾右盼的声音：“我儿砸去给我带儿媳了，怎么还卯带回来？给我把着门，待会儿要是他一个人回来的，就把门关上，让他别回来了。”傅南城，妈。傅夫人一眼就看到了傅南城身后那道娇柔的身影，她当即扑上去：“儿子啊，你可算回来了，妈等你好久了。这位就是我的好儿媳苏雪了吧？”妈。苏慈乖巧的叫了一声：“好。”傅夫人当即应下，她对这个儿媳十分的满意。雪，其实妈早就敬仰你大名了。我？对呀，你就是将我儿子给踩了的那个采花大盗啊！傅南城从喉头里滚出一道漫不经心的低哑笑声。他毛想到白天的苏雪也这么害羞，这么动人。以前他怎么卯发现？已经2个晚上毛有抱着他睡了，现在这么近的距离他身上那股清甜的少女体香萦绕而来，让他心头痒痒的。他不禁逗他：“今晚要不要我帮你好好回忆一下？”气氛瞬间暧昧，苏慈的心跳再次不受控制。慈，饺子皮怎么拿这么长时间？是不是放太高了？让我来拿吧。这时傅夫人走了过来，当他看到自家儿子将儿媳妻在怀里时，他哎呦一声，转身就走了。我人老了，还是让年轻人拿吧。苏慈恨不得钻进地洞里，他抢了饺子皮，想从左边溜走，但是他往左，男人就往左；他往右，男人就往右。高大的身躯恶劣的将他堵在这里戏弄。苏慈小脸滚烫，他抬手沾了一点水，直接抹到了他的俊脸上，让你堵着我。傅南城往后退，他趁机一溜烟的跑了。看着他纤柔的背影，傅南城用手背将脸上的那点面粉擦掉，然后发出了一道愉悦的笑声。一家3口吃了水饺，傅夫人道：“儿子啊，雪，楼上的新房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你们早点睡吧。”什么？要睡在这里？那他又要跟傅南城睡在一起了。想起2个人睡在一起的第2晚，他深深的将他吻住，他就面红耳赤。苏慈的手机放在床柜上的，这时叮一声，来了一条简讯。傅南城并不是故意窥探他的，但是手机荧幕亮了，自动弹出了简讯提示框，竟然是傅觉发来的。傅南城眸色一深，傅觉怎么给苏雪发简讯了？这时哒一声，沐浴间的门打开了，温暖的热气裹挟着一股清香，苏慈走了出来。傅南城扭头看他：“傅觉给你发资讯了？”什么？苏慈瞬间一僵。这时傅南城狐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傅觉为什么会给你发资讯？”苏慈觉得自己早晚要被傅觉给害死，他强装镇定的上前拿走了自己的手机。哦，傅觉不是喜欢苏慈那个小女佣吗？所以他想从我这里多了解一点苏慈的资讯。说着，他勾唇笑道：“傅觉好像对苏慈挺上心的，我看他们挺般配的，你说呢？”傅南城深邃的霞眸里不见喜怒：“我看不般配。”傅觉心思单纯，苏慈那样的人配不上他，他配不上傅觉。原来这就是他一直反对他和傅觉在一起的原因。我看苏慈也毛有得罪你，你怎么对他这么大的偏见？傅南城走上前，看着女孩的小脸蛋，刚洗完澡，她的脸蛋白里透着粉红，水嫩嫩的，好像能掐出水来，让人想咬上一口。他不禁抬手捏了捏她的小脸，然后说了几个字：“他没毛你干净。”他觉得苏雪干净，觉得她脏是吧？苏慈气不打一处来，他突然踮起脚尖，直接吻上了她的薄唇。他恨恨地想：现在他也脏了，大家一起脏吧。傅南城高大挺拔的身躯一僵，手伸过去搂住了她盈盈一握的小蛮腰，这个腰好像也1.6，跟苏慈那个小女佣一样的。傅南城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苏慈吸引了，因为苏慈各方面都很像苏雪，她跟苏雪相似的脸庞，相同的，不断的出现在他的面前，让他意乱情迷。他不会再被勾引了，因为现在的苏雪让他爱不释手。不知道是不是卸了妆的原因，白天的苏雪跟晚上的苏雪都让他心动不已。本来他想解除这段婚姻的，可是现在他完全改变主意了。傅南城掐住他的软腰，目光暗热的盯着他：“我还毛有洗澡，你就这么着急吗？”傅太太，傅太太，这是他第一次叫她傅太太，低哑磁性的嗓音带着几分淡淡的宠溺。咚咚咚，苏慈又听到了自己倏然加速的心跳声，但他一声傅太太让他浑身一软。难道他喜欢上他了吗？他喜欢上傅南城了？不，苏慈迅速回了一条：“明天我没有时间。”傅觉，小丑女，你是不是忘了我们1个月的恋爱期了？如果明天你不跟我约会，那你的秘密就保不住了。苏慈关掉了手机，将自己埋在了被子里。很快被子被掀开，
洗完澡的傅南城上了床。你把自己闷在被子里干什么？不怕把自己闷坏吗？他不怕被闷坏，我快被玩死了。说完，苏慈主动的靠了过去，将自己的小脑袋靠在了他的怀里，小声商量道：明天我有点事，不能陪你和妈妈了，可以吗？见他这么乖巧的靠过来，傅南城伸手搂住了他羸弱的香肩。我妈希望我们能在这里住2天，你明天干什么去？去跟你小侄约会。这话能告诉你吗？都说碰了男人就是倒霉的开始，果然自从他将傅南城给睡了后，倒霉事就一茬接一茬了。这边替身的任务还毛有结束，又要被抓去谈恋爱了。如果被傅南城发现，明年的今日来这里祭奠他吧。苏慈缓缓伸出小手，抱住了他精硕的腰身，然后扬起巴掌大的清丽小脸望着他。我妈不是身体有点不舒服吗？明天我想回去陪陪我妈，行不行嘛？老公，女孩儿在撒娇，用一种又娇又嗲的声音叫她老公，还带了妈这种的少女音。其实有很多女人在她面前这样故作娇嗲过，她很反感，觉得又装又做。当时2个好兄弟还嘲笑过她，说男人都喜欢这种又装又做又嗲的，就她不懂这种女人的好。现在傅南城有点懂了，他低头看着怀里的女人，卯松口，不行，这样都不行。他不是吃软不吃硬的吗？只要扮扮可怜撒撒娇就行了。看来是他不够努力了。苏慈颤了颤语结，小脸凑过去，往他脖子里亲，亲过之后又亲他坚毅的下颌，边亲边软糯的撒娇：老公，求求你了，明天我真的要回去一趟，你就答应我吗？傅南城觉得现在的他嗲得要死，也做得要死，敛了敛俊眸，他狭长的眼梢里已经附上了一层猩红。怪不得男人都喜欢这种的，今晚他才懂得其中的情趣。这种女人能让男人半个身体酥掉，根本无法拒绝。不过其他女人不能给他这种感觉，只有他能给。傅南城伸手一提，直接将他抱到了他的身体。他干什么？正在撒娇的。苏慈一僵，只见男人幽深暗热的目光盯在他的脸上，嗓音低哑，都问傅太太，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你真的不记得了？他怎么又绕到这个问题上了？身下这副结实精硕的男人身体足以勾起那晚所有的记忆。苏慈小脸红得能滴出血来了，起身就要逃。真的不记得了。傅南城2只大手握住他的细腰，将他禁锢住，不让他逃。他的眼眸里都是危险的火苗。傅太太，你明明……他手里还抱了一大束红玫瑰。小丑女，这花是送给你的。傅少，这花我不要。傅觉直接将红玫瑰塞到了苏慈的怀里，还伸手搂住了他的香肩。小丑女，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约会，我们先去看电影。被搂住的苏慈身体一僵，他发现傅觉的触碰让他浑身难受，但是傅南城碰他时，他的身体软得跟水一样。苏慈考虑要不要将傅觉来个过肩摔。这时一道尖锐的喇叭声就响起了，豪华宾利停了下来，锃亮的驾驶车窗缓缓滑落，傅南城那张俊美精冷的脸庞出现在了视线里。是傅南城，这都能碰到吗？苏慈的心顿时提了起来，他不会认出自己吧？小叔，好巧啊！傅觉热情地打了一声招呼。傅南城带住名贵腕表的大手按在方向盘上，深邃的侠眸居高临下地向他们睨了过来，成熟稳重的长辈威严混合着上位者的气场。今天是周末嘛，你们作为学生不去上学，反而偷跑出来约会，第一次约会就被自家小叔给抓包了。傅觉，这时苏慈就看到男人阴沉的视线落在了他的脸上，冰冷的毛有一丝温度，还透着几分厌恶。他一定又以为是他主动勾引傅觉来约会的，刚才激动不已的心在此刻反而平静了下来。他只不过是苏雪的替身，不该在他身上遗落自己的心。他很讨厌自己，快点回去上学。丢下这句话，豪华宾利疾驰而去。傅觉很怕这位小叔，自然不敢违抗小叔的命令。他哭丧着一张脸，小丑女，我们今天的约会泡汤了。苏慈突然觉得遇到傅南城也不是一件坏事了，至少他拯救了自己，让他不用去约会了。苏家，苏雪脸色惨白地站在客厅里，苏昌荣对着他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苏雪，你看看你都办了什么事，至今毛有爬上傅南城的龙床就算了，你还把鼻子给撞歪了，你对得起我对你的栽培吗？苏雪吓得瑟瑟发抖，一句话都不敢说。苏昌荣在气头上，黎兰也不敢贸然开口。二弟，你在家里大发雷霆干什么？这时大伯苏军带着大伯母还有他们的女儿苏婉儿来了。苏家一共3房，这些年长房和苏昌荣这个2房就毛有停止过明争暗斗。二弟，听说前2天 CC 香水将你的投标书给打包退回来了，这件事在界内都传遍了，大家都在笑话你。即便如此，你也不能把气撒在女儿身上，对不对？苏军笑道。苏昌荣脸色涨红，这个苏军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自从 CC 香水的事情发生后，大家对他都是冷嘲热讽，他最爱面子了，哪里受得了这个？二弟媳，我看雪雪年纪也不小了，谈恋爱了吗？我家婉儿现在可是炙手可热的超模，李家的太子爷还有王家公子都在追求我家婉儿呢。大伯母插刀道，苏婉儿生得美艳动人，拥有着一双被称为邺城最美的美腿，走上超模道路后迅速爆红，现在追求她的富家公子都在排队。苏婉儿有点看不起苏雪的，别人不知道苏雪整容，但是苏家人都知道她是整容货。苏雪姐，要不我给你介绍对象吧？但是你的鼻子怎么歪了？
我觉得你要先去修复一下，上流名门都不会要整容货的。苏长荣、黎兰还有苏雪气得牙痒痒，但是他们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这时，女佣匆匆的跑了进来：“老爷夫人，刚才有人过来，给二小姐送来了一份礼物。”什么礼物？女佣将一个精致的包装给送上了。苏雪拆开了包装，一下子客厅里响起了满满的抽吸声。宝盒里躺着一条钻石项链，项链通体散发着淡蓝色的璀璨光芒。打开的一瞬间，整个客厅乃至别墅都跟着银亮了起来。无论谁一看，都知道这条钻石项链价值连城。苏婉儿一下子站起了身。天哪，这是地级之星吗？地级之星，这就是拍卖会上被拍出几个亿的地级之星吗？苏雪惊呆了，她毛想到竟然有人将地级之星送给了她，肯定是傅南城送的，毛有别人了。在她被欺负的时候，傅南城就像是从天而降的帝王，救她于水火。他真的爱死她了。爸妈，这是我男朋友送给我的，好看吧？苏雪骄傲地扬起下巴，无比炫耀地看向众人。雪雪，你男朋友对你真是太好了，来，爸爸帮你戴上。苏长荣当即化身慈父，亲手将地级之星戴进了苏雪的脖子里。二弟，雪雪这是交了什么有钱的男朋友啊？以前怎么冇听说过？苏长荣道，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了，到时雪雪的男朋友会出现在我的生日上，他们的关系一公开，你们自然就知道是谁了。孙军一家嫉妒的眼睛都红了，连忙阿谀奉承道，二弟，我们真的好期待你的生日啊，你们飞黄腾达了，可别忘了带带我们。我呸，什么大人物，谁知道那地级之星是不是假的？干得不错，过几天生日会一定要把傅南城请过来，顺便公布一下你们的关系。苏雪转身就走回房间。苏慈到底使用什么手段，让他送这么昂贵的项链？此刻一品兰别墅花房，苏慈坐在椅子上，旁边电话讯息提示声响起，有点睡意的看了一下手机，看到很惊慌。苏慈心里无言的点点点，傅南城来了。在他还在欣赏他的照片时，直接被他抓包。这时傅南城迈开长腿，健步如风而来，他那张俊脸阴云密布，正是山雨欲来之色。苏慈，你竟然让我小侄女来偷拍我的照片，你究竟要脸不要脸？如果我说我毛友，你肯定也是不信的，对吧？傅南城从喉头里滚出一道冷哼，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想狡辩？你是太天真还是觉得我蠢？苏慈拿出手机，当着他的面将那张照片给删了。傅总，我把照片给删了，你以为删掉照片就行了？傅南城伸手，修长有力的手指用力捏住了他小巧的下颌。苏慈，是不是我上次毛友将话说清楚？我告诉你，你喜欢我也好，不喜欢我也好，反正我对你毛有任何的兴趣，我不喜欢你。还有，我是一个有妇之夫，我有富太太，我的富太太是苏雪，我喜欢她，暂时也毛有任何出轨的打算。收起你那些小心机，我可不是我小侄女会被你玩得团团转，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爬上我的床的，明白了吗？他既然喜欢苏雪，眼光真的独特。知道了，傅总，放心，以后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傅南城阴森地盯着他，那你偷看我照片这件事怎么算？你不会以为我会这样轻易的算了吧？苏慈干净明亮的橙眸看着他，傅总，那你想怎么办？把你衣服脱了。他吐出几个薄情的字眼。苏慈小脸红白交加，他才不要。他推开他就走。傅南城闷着他的香肩，将他禁锢在这里。苏慈快速屈膝，直接往他肩膀抓了过去，故意的是不是要我亲自动手？他的大手来到了他的开衫上，用力往下一趴，纽扣崩掉了2颗，开衫顺着女孩白皙的肩头滑下来，落在了羊毛地毯上。苏慈已经洗过澡了，外面套了一件长款开衫，现在开衫滑落，露出它里面的白色小吊带和灰色短裤，吊带配短裤，清纯少女的标配。傅南城是要羞辱她的，但是看到这一幕，他的瞳仁还是被刺激得狠狠一缩。少女的骨架本就小巧莹润，肌肤如白瓷，怎么看都是扑面而来的冰肌玉骨感，下面被他压制住的一双美腿笔直纤长，乖巧的合拢在一起，真是一条凤兜毛友。苏慈手脚冰冷，眼前这个男人太冷酷了，他要羞辱一个人真是扒皮抽筋的。也对，他本来就毫无慈悲之心，他唯一的温柔都只给了苏雪。苏慈气愤地抬手，用力地往他的俊脸上扇去，他还真是放肆。骨节分明的手指在空中一把拽住了他纤细的皓腕，他那双狭眸已经附上了一层可怕的戾气。苏慈，你是不是活腻了？傅南城，是你先欺负我的，活该被打。衣服已经脱了，你放开我。苏慈眼眶红红地瞪着他，你以为脱成这样就行了？苏慈一惊，那你还想怎样？刚才的照片我上半身可毛有穿衣服。说着，他的目光就落在了他的肩头，2根细细的白色小吊带正勾在上面。苏慈已经察觉到了他的意图，他奋力挣扎，傅南城，你敢？傅南城抬手，手指缓缓勾住了他一头的肩带。傅南城，苏慈用力地扑上去，踮起脚尖一口咬在了他的肩头。嘶！傅南城吃痛闷哼，他知道这个女孩烈，毛想到烈成这样。他已经清晰感觉到他锋利的小獠牙穿透他身上的睡衣，咬进了他的血肉里。他狠狠咬着不松口，似乎要将他一块肉咬下来。傅南城，你究竟是想泄愤还是想看我？你嘴上说着你讨厌我，但你看你现在的样子。傅南城惊讶地说什么？我说什么你心里清楚得很，你也会这样对待每一个来勾引你的女人吗？你的傅太太知道不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
傅南城瞬间将他甩开了。苏子捡起地上的开衫，快速地裹在了身上，似乎将自己微凉的娇肌紧紧遮住，才遮住了自己的骄傲和自尊。傅总，你还想不想脱了？不想脱了我就上楼了。傅南城猩红狠厉的眸子向他看了过来。不用了，这次只是小惩大戒，如果再有下次，你可不是在我面前脱衣服这么简单了。丢下这句话，他绝情地转身离开。为什么我总是受他影响？讯息声叮，苏雪给他发了一条手机简讯：老公，地级之星收到了，我好喜欢。想到昨晚苏雪在他怀里的温存软语，又娇又嗲的那一声声老公，傅南城紧蹙的眉心舒展开了。苏雪才是他的傅太太，以后他要远离苏慈那个小女佣，那个小女佣敢再勾引他，他绝不会轻饶的。他回了一条喜欢就好。苏雪又发来了一条简讯：老公，告诉你一个好讯息，我的小日子走了。最后一句话极尽暗示之意。傅南城勾起了薄唇，我很期待。苏慈接到了苏雪的电话，苏雪笑道：苏慈，今天晚上你继续去陪我老公。对了，我说我的小日子走了，你不要穿帮。苏慈莹亮的橙眸里勾出一抹冷笑，好，今晚你们等着吧。说完，他直接将电话给挂了。苏雪直接拨出了苏慈的手机号码，可是毛打通，冰冷而机械的手机提示音传递了过来：对不起，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傅南城拿出手机给苏雪发了一条简讯：你怎么卯回来？此时身在苏家的苏雪接到这条简讯吓了一跳，这个苏慈答应的好好的，怎么还毛有回去？苏雪直接拨出了苏慈的手机号码，可是毛打通，冰冷而机械的手机提示音传递了过来：对不起，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这个苏慈竟然关机，他为什么关机？那傅南城那里该怎么办？苏雪连忙回了一条：老公，我这里有事耽搁了，我会尽快赶回去的。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1个小时过去了，苏慈的电话还是关机状态。雪顿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时苏慈开机了，电话接通了。喂，苏慈，你在搞什么？你为什么将手机关机？你知道你将我老公晾在那里多久了吗？苏雪质问道。苏雪，我的玉佩呢？把玉佩给我。玉佩？苏雪，我以为刚才足以让你想明白，这场游戏是我说了算，如果不把玉佩给我，我是不会去陪傅南城的。苏雪顿时被拿捏住了，她气得牙痒痒。苏雪，我的玉佩究竟在哪里？我可以等你，但我怕傅南城等不及。苏雪都要吐血了。好，苏慈，我明天把玉佩给你，但是今晚你必须去陪我老公，要不然大家还是鱼死网破，同归于尽。苏雪再次提出交换条件。苏慈不想再去了，昨晚他那样裸的羞辱自己，对他厌恶到了极致，他不想再去当这个替身了。可是现在他毛有选择，只能点头。好，我去，但是苏雪，这是最后一次，今晚是他最后一次当替身了。傅家，傅南城洗完澡了，他在等苏雪，等了许久，外面终于传来了傅夫人的声音：雪雪，你回来了，吃过饭了吗？妈妈让人给你热菜。虽然跟傅夫人相处的时间很短，但是她真的从傅夫人身上体验到了妈妈的温暖。不用了妈，我吃过了。傅夫人当即拿出了一个翠绿的玉手镯，戴进了苏慈纤细的皓腕里。雪雪，这是妈妈送给你的。妈，这个我不能收。这个玉手镯一看就是传家之宝，非常贵重。苏慈顿感愧疚，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骗子，在欺骗傅夫人的感情。她不是傅夫人的儿媳，她是冒牌货。收下收下，雪雪，这个就是传给儿媳的，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别人欺负你，你就告诉南城，南城欺负你，你就告诉妈妈，这样世上就冇人能欺负你了。傅夫人笑道：这个玉手镯应该是苏雪的，等苏雪过来，她才是傅夫人的真儿媳。苏慈暂且收下，他拿出了一个香囊送给傅夫人。妈，这个是我亲手缝制的，里面是一些香料，不值什么钱，以后你贴身带着。苏慈看傅夫人面相，看出了一些端倪，不过他也不好说些什么。傅夫人接过香囊，就闻到了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她非常喜欢，当即将香囊戴在了身上。哇，真好看，雪雪，妈妈可太喜欢这个礼物了。这时一道稳健的脚步声响起，傅南城来了。他看着他道：回来了。苏慈抬头看到了男人那张俊美无双的脸庞，不同于昨晚他看着自己冷冰冰的眼神，现在他的眼神很温暖，这是给苏雪的眼神，真是截然不同。苏慈点点头，那你们快去休息吧。傅夫人催促道。傅南城牵住了苏慈的小手，带他回房。房间里，傅南城觉得他的手很冷，手怎么了？这么冷？话还毛有说完，苏慈就将自己的小手给抽了回来，他还顺手将手腕上的那个玉手镯给拿了下来，然后递给傅南城，这个还给你。傅南城看了一眼玉手镯，然后将目光落在了他的小脸上，低声问：怎么不喜欢？不喜欢。见他毛有伸手接，苏慈就将玉手镯放在了床柜上，不是他的东西，他不会要。昨晚让他无比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身份，这只是一场游戏，他不该再放纵自己。我先去洗个澡。苏慈转身进了沐浴间，傅南城目送他离开，他俊美的眉心皱了一下，不明白他今晚怎么了，怎么对自己这么冷淡了。很快洗过澡的苏慈就出来了，掀开被子躺在了他的身边，不过离得很远。傅南城伸出剑臂睡过来，苏慈动了动，睡到了他的怀里。
女孩闭着眼，纤长的羽结如蝴蝶蝉一般安静地垂落下来，小小的一团睡她怀里，又乖又挪，还带着她喜欢的香气。傅南城伸手摸她的小脸，今天怎么了？苏慈扭动小脸，避开了他的手。毛怎么？就是有点累，困了。傅南城的手僵在了空中，今天他不但对他冷冷淡淡的，还不让他碰了。傅南城躺了回去，几秒后又看向他，目光落在他诱人的红唇上。他亲过去，吻她。女孩毛有反抗，不过也毛有配合，只是被动的承受着，任由他辗转着她的红唇。低哑的声音带着淡淡的红宠。傅太太，张嘴。不要。苏慈睁开眼，拒绝。傅南城目光炽烈如岩浆，气笑了。不要，那你还说我送你的钻石？不要，那你还发资讯聊我？他毛有，收他钻石的是苏雪，发资讯聊他的也是苏雪，他毛必要承受这些。苏慈眨巴着羽结看着他，哦，逗你玩的，不行了，我今天真的很累，先睡了。苏慈转了一个身，将纤柔的后背留给他。傅南城自己躺回去，这个没良心的小东西。傅南城将他转了过来，睡到自己的怀里。因为透过衣领，他看到了她漂亮的蝴蝶锁骨，在锁骨右下方竟然有一朵三瓣桃花的胎记。粉红色的三瓣桃花在她白刺的交际上徐徐绽放，美到近乎妖冶。她竟然有这么漂亮的胎记，因为胎记的位置比较靠下，十分私密，所以平时很难被发现。傅南城想起自己回国的那一晚，他出现在自己的身上，当时他就看到这朵三瓣桃花，就是这朵桃花，于是抱着苏慈睡着了。翌日早晨，傅南城翻了一个身，伸手去抱身边的人儿，想抱着他再睡会儿，但是毛友报道身边空空的，苏慈已经不在了。傅南城睁开眼，顿时也卯了睡意。他为什么每一次都起这么早？床上还有他的怀里都残留着他身上的芬芳，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他的体香了。这时叮一声，他的手机响了，苏雪发资讯过来了。苏雪老公，昨晚睡得好吗？傅南城勾了一下薄唇，回了2个字，很好。苏雪老公，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明天就是我爸生日了，我们苏家要举办一个生日，到时你可以来参加吗？苏昌荣要过生日了，如果他去参加生日，就相当于公开了这段婚姻。苏雪老公，这件事是不是让你很为难？那就算了吧，我现在太幸福了，所以才会迫不及待的想让别人都知道我有多幸福。傅南城挑眉回复道可以。苏慈接到了苏雪的电话，苏雪说玉佩不在她那里，2年前那块玉佩随着她的嫁妆一起进了傅家，要去傅家找。苏慈无语了，傅家家大业大，他怎么去找？他的玉佩怎么到了傅家？这件事顿时变得复杂了起来。这时傅莹莹找到他，拉着他一起去逛街，2个人来到了商场，正好看到了熟人，是苏雪和她的好姐妹李轩。哟雪雪，你快看这2个人是谁？原来是我们替大的2大丑女，一个天生脸上有胎记，一个脸上有疤，丑人跟丑人一起玩，真是绝配啊！苏雪被撞歪的鼻子已经修复的差不多了，加上人逢喜事精神爽，她的面色十分的红润。她假惺惺的嗔道：李轩，你不要这么说，他们已经很丑了，就不要再给他们雪上加霜了。雪雪，你就是太心善了，心善的小仙女一枚。傅莹莹从来毛有透露过自己的身份，所以毛少被苏雪和李轩嘲笑过，她非常讨厌这2个人。咦，哪来的臭味啊？原来小仙女也有口臭啊！一张嘴臭气熏天。傅莹莹捏着自己的鼻子笑道。苏雪脸色大变，她当即冲到傅莹莹的面前，傅莹莹，你……这时苏慈挡在了傅莹莹的面前，他那双清亮的橙眸笑盈盈地看着苏雪。苏雪，我好心奉劝你一句，你最好对莹莹客气一点，要不然以后有你后悔的。傅莹莹可是傅南城最宠爱的小侄女。苏雪不以为然，一个傅莹莹跪下来给她擦鞋都不配。苏慈，你看我脖子里戴的是什么？苏雪心情很好，她伸手摸了摸自己脖间的地级之星。苏慈，这可是价值几个亿的地级之星，是我们雪雪神秘的富豪男友送的。告诉你，明天苏家生日上，雪雪的这位富豪男友会现身，向所有人公开和雪雪的关系。苏慈一听就知道这位神秘的富豪男友是傅南城，因为隐婚的关系，苏雪并不敢向外界透露，所以只能这么说。他看着苏雪脖子里的地级之星，他对苏雪出手还真是阔绰，一出手就是几个亿。怎么样，苏慈，你是不是很羡慕啊？羡慕是毛有用的，你毛有这个命，你就等着看我变凤凰吧。说完，苏雪拿出了苏昌荣奖励给她的100万信用卡，大方的递给了导购员。这件还有这件都给我包起来，直接刷卡。好的，买好衣服，苏雪带着李轩趾高气扬的离开了。看着2个人的背影，傅莹莹疑惑的问道：慈慈，这个苏雪的男朋友是谁啊？他真是好大的口气啊！这叶城最有钱的就是我小叔了，我感觉他都拿出嫁给我小叔的架势了。苏慈看了毫不知情的傅莹莹一眼，傻孩子，你已经真相了。慈慈，不要为了这些人影响我们的心情，走，今晚我请你去酒吧玩，天上人间酒吧。苏慈被傅莹莹给强制性的拉过来了，2个人喝了一点鸡尾酒。傅莹莹起身道：慈慈，我们一起去跳舞。莹莹，我们还是回去吧，要是你小叔知道了，他又要怪我了。放心，我小叔不在这里。苏慈眼神干净湿漉，傅莹莹俏皮烂漫，一眼就能吸引人。苏慈只能随着傅莹莹进了舞池，这里都是重金属的音乐，群魔乱舞。
傅莹莹开始挥动小手小脚，贴着苏慈就来了一段热舞。苏慈无奈的一笑，那今晚就忘记一切不开心的事情，将傅南城那个男人给抛诸脑后，尽情放纵一下吧。苏慈也开始扭动腰肢，扭得像水蛇一样，两人当即成为了舞池的亮点。此时，一个幽静偏僻的包厢里，傅南城正在吞云驾雾，猩红的火苗忽明忽暗，吞吐出来的青烟模糊了他那张俊脸。他深邃如鹰隼的侠眸穿透一切，落在了舞池那里，落在了那两道身影上。傅南城面无表情，只是手里的烟灰戾气的往下掉。今天他是来应酬的，身边坐了一个老总。老总见他一直盯着舞池里，有些奇怪。要知道，这位傅家掌权人可是不近女色的，还是第一次见他这样盯着一个女孩看。傅总，舞池里那两个小美女看着像是大学生啊。原来傅总是喜欢女学生这一挂的。傅南城低腰，在烟灰缸里扣了扣烟灰。不是，那是我侄女。哦，原来那两个都是傅总的侄女啊。李总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傅南城顿时卯了抽烟的兴致，他将半截香烟丢在了烟灰缸里，起身就走。傅总，你怎么走了？很快，李总就发现傅南城不是走了，而是进了舞池。有生之年竟然能看到傅总进舞池，看来这位女学生的后劲还真够大的。傅南城大步进了舞池，舞池里的男人们都在疯狂的拥挤，有人不悦地嚷嚷道：“谁啊？别挤了，别挤了！”很快，他们就看到了傅南城。男人一身黑色衬衫、黑西裤，手工定制的昂贵面料有了一点褶皱，但更显成熟男人的迷人质感，一看就是上流社会的商界老总。强大的气场让人退避三舍。几个男人迅速晋升，自觉地让出了一条路。傅南城就站在他的身后，看着女孩年轻曼妙的身体在他眼前舞动。傅莹莹甩了一下头，正好看到了傅南城，她一惊，都觉得自己头晕，出现幻觉了。天哪，小叔来了！为什么走到哪里都能碰到小叔？慈慈，我小叔来了。这里太吵杂了，苏慈根本就听不到傅莹莹在说些什么。你说什么？小叔，我小叔就在你的身后。傅莹莹用手指指了指后面。苏慈不解地转头，竟然是他，傅南城。苏慈真的毛想到会在酒吧的舞池里碰到他，纤长的羽节颤了颤，他叫了一声傅总，叫完他就往后退，拉开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傅南城冷眼看着他，谁让你带我小侄女来酒吧跳舞的？跟我走。苏慈叫他放手。小叔是我带慈慈来的。傅南城严肃地说。闭嘴，问你了吗？两个人跟着傅南城一起下了舞池。傅南城要带两个人回家，苏慈和傅莹莹同学叫住了他们。苏慈、莹莹，好巧啊，你们也过来玩了啊，来，我们一起玩游戏吧。傅南城听到直接开口道我也去。苏慈冷淡地说着，傅总，我们年轻人的聚会，你工作这么忙，就不必参与了，搞得大家不自在。没有不自在，欢迎欢迎。苏慈，你是不是认识那个人？他好帅，刚才还牵着你呢。他是莹莹的叔叔，我跟他不熟。不熟？苏慈想什么呢？抽啊！好了，我们现在开始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这一轮玩真心话，我来发牌，牌点最大的人可以问牌点最小的人一个问题。好，游戏开始，有人开始发牌。苏慈运气很不好，拿了最小的牌，牌点最大的是一位男同学。男同学笑道：苏慈同学，现在我来提问，请问你还有第一次吗？一开场就是这么劲爆的问题，大家当即兴奋地叫了起来。苏慈，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慈慈，这可是真心话游戏，你快点回答吧。傅莹莹也非常好奇。苏慈抬头看着大家，诚实回答：没有了，他没有第一次了。哦，大家当即叫了起来。苏慈，看不出来你还挺前卫的嘛。苏慈苦涩地笑了笑。这时他就感觉一道阴木森冷的目光落在他的脸上，又哪里惹到他？谁是大王？是我。傅南城道。我的问题是你第一次给了谁？旁边同学说着，苏慈快点遵守游戏规则，到底是谁？我不能回答。苏慈选择不回答喝酒。呵呵，嘲笑嘲讽。傅南城，我在你眼里恐怕真的很不堪吧？你们接着玩，我去下洗手间。苏慈来到女洗手间，这时前方来了一个人，是隔壁包厢的富二代季少。刚才他就盯上苏慈了，一路跟踪过来的。季少目光猥琐，上下打量着苏慈，我还以为是哪个小美人呢，原来是苏家从乡下回来的小丑女啊，脸虽然丑了点，但是身段真好。别走啊，苏慈！季少伸手，今晚陪我玩玩。苏慈想挣脱他，但是他喝醉了，全身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毛有。你放开我，别碰我！这一幕被一个人看到了，那就是跟傅南城谈生意的李总。李总一眼就认出了苏慈，这不是让傅总盯着看了好久的女学生吗？李总当即拿出手机，将电话拨给了傅南城。喂，傅总，你快点过来吧，你小侄女要被季少给拖入房间了。此时的傅南城还在大厅，他手里握着手机看了一眼，傅莹莹还在，苏慈却不见了。这个李总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故意说苏慈是他的小侄女，他要被人拖入房间了，活该！刚才在舞池里扭的那么，肯定会被人给盯上。他不会过去的，他不是玩得很开吗？看着年纪一丁点大，还是女学生，就毛有第一次了。他不应该觉得奇怪，在他看来，他游走在各种男人之间，不知廉耻，不懂自爱，毛有男人才不正常。但是刚才听他亲口说出来，说他毛有第一次了，
他的胸腔里还是附上了一层戾气。李总，随便他吧，他爱跟谁玩，跟我没关系。傅南城薄情道。李总也不着急，就是笑了笑。傅总，我就是把这个讯息告诉你，毕竟她是你的小侄女，又不是我的小侄女，对吧？傅南城，总裁，车已经备好了，我们该回去了。明天一早你还要出席苏家的生日，届时苏雪就是傅太太的讯息会全面公开，你在这边等住。宋秘书疑惑地问道。总裁，你怎么了？傅南城找到了回廊里，他健步上前，冲进房间里，纪少道，你越是挣扎，我越是兴奋。苏慈，这个纪少已经晕了，是苏慈将他迷晕的。好险出门有带迷药，纪少已经晕了，只不过他的身体压在他的身上太重了，他一时推不开。傅南城愤怒地进来，单手抓住纪少。苏慈内心想着他怎么来了，他一个拳头接一个拳头往脸上砸。别打了，傅南城别打了，他已经晕了，再打会出事的。傅南城像是冇听到，继续打人。苏慈背后抱住他，让他恢复冷静。傅南城打电话给秘书来106号处理一下。傅南城拽住苏慈纤细的皓腕，将他往沐浴间里拖。沐浴间里，苏慈跌跌撞撞地被拽进去。傅南城打开了花洒，冰冷的水液顿时冲刷在了他的身上。苏慈打了一个寒战，无比震惊地看着他。傅南城，你干什么？你疯了吗？他碰你哪里了？这里还是这里？我给你好好洗洗，把你肮脏的地方全部洗干净。傅南城，你凭什么这样对我？我哪里得罪你了，让你听的羞辱针对我？傅南城浑身的青筋暴起。苏慈，你不停地在勾引我，你说我什么时候在勾引你了？男人激动地说，现在，就是现在去。傅南城用手捧住了他的小脸，脸眸就吻上了上去。苏慈瞳仁一缩，他干什么？他竟然亲他，他不是讨厌他，嫌他脏的吗？傅南城，苏慈迅速扭开了小脸，卯让他亲。你是不是忘记苏雪了？你是个有妇之夫。苏雪这2个字仿佛一盆冷水从头顶灌了下来。傅南城高大挺拔的身躯骤僵，他是个有妇之夫，可是现在他在干什么？竟然对外面的女人情不自禁，他真的变成了他所讨厌的那种人。你走吧。苏慈抬脚就走，可是就在这时，傅南城突然看到了那朵3瓣桃花。才苏慈的衣领被纪少撕碎了一块，半个莹润的肩头若隐若现。现在冷水将他的衣服打湿，那蝴蝶上骨下的3瓣桃花露出了一个尖儿，被傅南城一眼给逮到了。他大手一捞，再次将苏慈给捞了回来。傅南城，你干什么？放开我！你是有太太的人，你不是说你毛有出轨打算的吗？苏慈开始挣扎。你不是说你毛有出轨打算的吗？苏慈开始挣扎。傅南城目光骇然，趁他挣扎的时候，他伸手一拨，那朵玫红色的3瓣桃花就完全暴露进了他的眼底。他身上竟然也有这朵3瓣桃花，这朵3瓣桃花不是应该在苏雪身上的吗？傅南城幽深的眸底掀起了惊涛巨浪。傅南城幽深的眸底掀起了惊涛巨浪，他看向女孩脸上那道长长的伤疤，然后伸手抚上去，用指腹狠狠擦拭了一下。很快，伤疤的边缘就被擦拭掉了。这道伤疤是假的，是被他画上去的。过去发生的一幕幕犹如电影一般在脑海中快速放映着。傅南城本就是聪明警觉的人，他当即猜出了什么。其实以前他就怀疑过，只不过他没有想过他脸上的伤疤是假的。那日傅觉说他扮丑，原来是这个意思。傅南城阴森狠厉地盯着眼前这个女孩，仿佛是蛰伏隐忍的野兽，下一秒就要扑上去将她撕碎了。他竟敢！苏慈还没有察觉到什么，他只觉得脑袋晕乎乎的，刚才那10瓶酒的后劲真大，导致他根本推不开这男人。傅南城，放开我！你再不放开我，我就打电话给苏雪，告诉她你想出轨。傅南城从上下起伏的胸腔里逼出一道危险的笑声，打电话给苏雪？难道不是他和苏雪串通？难道不是苏雪亲自将他送到他床上的吗？从来没有人敢这样算计过他。傅南城低头就吻上了他的红唇。苏慈脑袋一片空白，他竟然强吻他，他究竟想干什么？2只小手抵上他精瘦的胸膛，他当即咬紧了自己的齿关，不让他吻进来。傅南城气笑了，果然是他，他还是喜欢咬紧齿关不肯张嘴。他确定了，晚上陪他睡的人是他，他回国的那一晚将他给强了的人也是他，都是他。苏慈，好一个苏慈！傅南城直接将他打横抱起，大步走进了主卧，用力地抛进了柔软的大床里。苏慈头昏的厉害，刚打算爬起来，这时视线里一黑，男人半个膝盖压在床上，挺拔的身躯已经附了上来。他一手撑在他的身侧，另一只手就去扯自己黑色衬衫的纽扣，动作野性不羁，满满成熟男人的韵味。苏慈有点害怕，事情的发展完全脱离了他的控制，他变得好奇怪。傅南城，你干什么？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不是苏雪，我是苏慈，我是你最讨厌的那个小丑女小女佣啊！傅南城勾了一下唇，不是苏雪，是苏慈，这一次我真的抓到你了，他才是他要抓的人。一开始他抓错了，让他跑了，现在他终于抓到他了。在女孩惊惧不安的目光里，傅南城再次将他吻住。苏慈觉得他是疯了，他毛有认错人，知道他是苏慈，他竟然还这样对他。傅南城，放开，你不要碰我，如果你敢碰我，我就告你。告我？他像是听到了什么好听的笑话。你看这个叶城，
哪个律师敢接你的案子？再说，就准他睡他，他就不能睡他了。他一直在冒充苏雪爬他的床，睡他的人，怪不得他总是被他吸引，情不自禁。他还一度对自己产生怀疑，原来一直都是他，这个强势嚣张的男人。坚硬的不行，苏慈只能来软的。傅南城，你快点放开我，我们不可以。苏雪还在家里等你，明天你还要去苏家参加生日宴，你不是要公开你们的婚姻了吗？你怎么可以在前一晚做出这种事？只要你放了我，以后你和苏雪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我会彻底离开你的视线，离你远远的，我们3个人互不打扰，回归自己的生活。他打的是这个如意算盘，睡了他再把他推给苏雪，自己拍拍屁股走人。这场游戏是他先开始的，现在他想结束，哪有这么容易？他还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他什么都知道了，这笔账他会慢慢的算，而这场游戏才真正的开始。不要说话，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他堵住了他喋喋不休的红唇。苏慈推他打他，但是一点用都没有，只能被他欺负。他身上的气息笼罩而来，今晚他喝酒抽烟了，淡淡的烟草酒味混合着他身上干净清冽的男人味道，让他晕眩。头顶撞到了床头，蝴蝶蝉一般的羽结慌乱颤动2下，他闭上眼，眼角沁出晶莹的泪珠来。哭什么？他沙哑的嗓音附在他耳畔。苏慈不说话，男人终究有点心软，大手包裹着他额头的刘海，护住他的头顶，密密麻麻的亲吻落在他的脸蛋上，往他颈部而去。他肌肤娇细嫩优美的天鹅颈被他刚才一掐都红了，其实刚才他都没有用力。把眼睛睁开，看着我，他命令道。苏慈睁开眼，眼里全是湿漉漉的水光，黑白分明的干净瞳仁，红红的眼周得很，勾男人。傅南城扯下枕巾将他脸上的伤疤挡住，巴掌大的小脸清纯绝色，光美貌都是天花板级的，更别说这副会扭的身段。要命！说，你的第一次给谁了？苏慈瞪着他，不肯说话。傅南城将俊脸埋在他的秀发里，深嗅了一口，就是他身上的体香，是他迷恋和喜欢的味道。一开始他为什么会认错人？不，他毛有认错人，他早就认出他了，是他一直在骗他。小骗子，为什么不说话？你第一个男人叫什么名字？叫出他的名字。苏慈心里恼他恨他，指甲在他的肌肉上拉出了几道血痕。微妙而深情的时刻，苏慈的目光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可能是在反思两人共度的亲密夜晚，或是在沉思更深层的感受。翌日清晨，一串悠扬的手机铃声在房间里响起，惊醒了床上的傅南城。傅南城拿过了床柜上的手机，是苏雪打来的。现在已经8点了，苏雪应该是催他去参加苏家的生日。他一动，怀里的女孩也跟着动了一下。苏慈还在睡，小手抱着他精瘦的腰身，他柔软的身体跟着缠过来，缠在他身上。傅南城眼里残留着昨晚的温存，他将女孩搂在怀里继续睡。半个小时后，苏慈睡到自然醒了。他睁开眼，盯着头顶的天花板看了一会儿，眼里全是茫然，就彻底醒了。他一时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这时耳畔传来了男人低沉磁性的嗓音：醒了。苏慈扭头看到了男人那张俊美无双的脸庞，是他。昨晚的记忆瞬间复苏，原来那不是梦，他真的跟傅南城睡了。苏慈的小脑袋轰一声炸开了，本以为那是最后一次当替身，以后他和这男人就毛有任何关系，但他们看着他惊恐未定的双眼，傅南城讥诮地勾了一下薄唇，以后你再也不用起那么早了，你可以陪我多睡一会儿。怪不得他每天都那么早起床，原来天一亮他就要做回苏慈了。苏慈吓得弹坐起身，他现在整个人都是混乱的，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跟他发生关系，他是苏慈啊。苏慈快速地穿上衣服，他的脸色有点白，这时扣的敲门声响起，门外传来了宋秘书的声音：总裁进。宋秘书走了进来，将一样东西递上：总裁，这是你要的东西。傅南城接过东西递给苏慈，把这个吃下去。他的掌心里是2粒白色药片，苏慈看着他，这是什么？避孕药。苏慈语结一颤，苏慈，你不会以为我会跟你生孩子吧？乖乖把这个避孕药吃下去，我不希望有任何意外的发生。都是成年人，苏慈当然懂了他的意思，他接过避孕药放进了自己的嘴巴里，当着他的面咽了下去。傅总，我吃下去了，毛有别的事情，我就先走了。苏慈转身离开。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尤其是我的傅太太，明白了吗？他的声线薄冷无情，如刀子一般。苏慈心里失望的想着，不想让他知道，你就别做呀，神经病。苏慈走在了大街上，他将手机开机，苏雪已经打了好几个电话给他，估计催他回家参加生日宴，见证他的高光时刻。苏慈打车回苏家，他现在还不明白昨晚傅南城为什么跟他强行发生关系，难道就是为了羞辱他吗？可是他不是喜欢苏雪吗？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的羞辱？此时的苏家张灯结彩，声势浩大的生日正在举行，因为地级之星的原因，邺城很多上流名门都出席了宴会。此时的黎兰和苏雪也被贵妇名媛们簇拥着，苏雪脖子里那串地级之星在璀璨的灯火里散发着无比耀眼的光芒，引起了所有人的艳羡。哇，雪雪，这就是地级之星吗？真的好美啊！雪雪，你不要交往了富豪男友就不跟我们玩了，明天我们几个小姐妹一起去喝下午茶做美容吧。苏雪无比得意地看着这些名媛们，以前这些名媛看不上苏家都不带她玩的，现在怎么样？还不是跑过来巴结他。
明天我大概某时间，我要陪我男朋友，他可粘人了。雪雪，那我们就等你有时间。苏雪无比享受着这一切。这时她看到了苏慈，苏慈来了。黎兰快步走到了苏慈面前，面露不悦。苏慈，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不要露面了吗？难道你要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苏家有一个从乡下回来的小丑女女儿？妈，是我让苏慈来的。这时苏雪扭着屁股走了过来。苏慈，今天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成为富太太的，看完你最好断了不该有的念想。苏昌荣来了。雪雪，你给副总打电话了吗？宴会都开始这么久了，大家都等着急了，他怎么还不来？爸，刚才电话毛打通，南城肯定在忙，我再打一个。苏雪又给傅南城打了一个电话。苏雪心里隐隐有点不安，难道今天傅南城不来了？苏慈站在一边，忙什么忙？傅南城估计还在酒吧，起没起床都不好说。这时一阵骚动声响起，有人惊喜道：来了，人来了。雪雪，你的富豪男友来了。傅南城来了，他果然没有让他失望。苏慈，我老公来了，你就好好看着吧。丢下这句话，苏雪提着自己的裙摆跑去迎接傅南城了。有人见过苏雪男朋友吗？没，这不马上就能见到了。自能送出地级之星身份肯定不简单。一时之间，大厅的气氛紧张又热烈，大家都屏息期待着傅南城的出场。苏慈干净的橙眸也向门边看去，很快一道身影跃入视线，他微微一怔，因为来的不是傅南城，而是一个老头。现场一片哗然，老头的出场让苏雪脸上的笑容彻底一僵，他傻眼了，他等来的竟然不是英俊金贵的傅南城，而是一个七老八十的老头子。苏尔失声道：雪雪，这就是你的富豪男友吗？你怎么交往了一个老头子？不，他不是我男朋友。苏雪急忙解释道。这时老头已经来到他的面前，苏雪愤怒道：你是谁？谁让你进来的？来人，快点将他轰出去。老头穿着中山装，一看就是高门大宅里的管家。他看着苏雪，苏雪小姐你好，我会走的，不过走之前我要收回你脖子里的地级之星，这条地级之星不属于你。什么？收回地级之星？苏雪当即用手捂住了脖子里的地级之星。你凭什么收回我的地级之星？这条地级之星就是我的，它不属于我，属于谁？老头微微一笑，然后做了一个手势，两个身材彪悍的黑衣保镖当即上前，一把从苏雪的脖子里扯下了这条地级之星。璀璨的钻石划破了苏雪的脖子，拉出了一道血痕。啊！苏雪一声尖叫。雪雪！黎兰立刻将苏雪护在怀里，怒斥道：你们是什么人？竟然跑到我们苏家来行凶！来人，快来人！咦，闭嘴，别哄了。苏昌荣上前，气急败坏地瞪了黎兰和苏雪一眼。黎兰和苏雪莫看出这个老头是什么人，苏昌荣却看到了老头衣袖上的那颗银扣，扣上雕刻着一个字傅，这是傅南城派来的管家。管家将地级之星收回了宝盒里，然后客客气气地道了一句：叨扰了。说完，管家就带着人离开。人一走，现场炸了。苏尔当即道：雪雪，你的口味真的太重了，你怎么找了一个老头当男友？刚才还在阿谀奉承的人迅速换了一副鄙夷的面孔，纷纷指责道：苏总，这就是你的乘龙快婿？你女儿找的男朋友岁数那么大，也不知道该你叫他爸还是他叫你爸了。苏雪，连个老头都哄不住，传你刚才在那装什么呢？就是还说男朋友粘人，你口味够重。走了走了，浪费时间。刚才还热哄非凡的大厅瞬间寂静了下来。昌荣，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刚才那个老头……苏昌荣直接打断了黎兰的话，刚才那个老头是傅南城派来的管家，这一切都是傅南城的意思。什么？怎么可能？苏雪不相信的瞪大眼睛。苏雪不相信的摇头，傅南城不会这样对我的，昨天他还好好的，他答应来生日宴公开我们的关系的，没用的东西。苏昌荣抬手一巴掌甩在了苏雪的脸上，自己去想办法挽回傅南城的心。苏昌荣愤然离开，苏雪双腿无力的瘫坐在地上，狼狈的痛哭。她不明白傅南城为什么会对自己这么残忍。现在整个邺城都知道他交往了一个老头子，脖子里空空的，地级之星也卯了。他真的好喜欢那条地级之星。这时他看到走过来的苏慈，苏慈那双漂亮的橙眸正看着他，清冷从容，将他所有的狼狈尽收眼底。苏慈，你是不是在看我笑话？苏慈，知道你还问出来，感谢你特地叫我过来看这场好戏。说完他转身离开。苏雪一下子气到脑溢血了，她啊一声尖叫。苏慈回到 T 大上学，这时他感觉肚子隐隐作痛，一定是刚才那2粒避孕药。他对避孕药其中的一个成分过敏，本来他不想吃的，他可以自己制药避孕，但是他怕他耍花招，非要看着他吃下去，他只能吃了。小手放在腹部上，苏慈脸色有点白。小丑女！这时傅爵跑了过来，今晚你有时间吗？我们去约会。约会？这位傅大少的脑袋里除了约会就不能想点别的了吗？苏慈不想理他，拔腿就走。小丑女，你别走啊！傅爵伸手去拉苏慈，这时苏慈两眼一黑，身体软绵绵的倒了下去。傅爵面色大变，一把抱住了苏慈。小丑女，你怎么了？一品兰别墅书房里，管家将地级之星送了过来。少爷，按照你的吩咐取回了地级之星，请您过目。傅南城一身黑色西装，英俊精冷，他手里拿着钢笔在刷刷的批阅档案，眼皮都毛有抬，丢进垃圾桶里。
是。管家直接将地级之星丢进了垃圾桶里。一边的宋秘书一阵肉疼，那不是地级之星吗？几个亿的东西就这么扔了，不会是嫌弃苏雪带过吧？总裁也够损的，今天将管家派了过去，那个苏雪不是想公开吗？那就公开他和一个老头交往。这时傅南城抬头，冷漠的目光扫了过来，离婚证办下来了吗？是，总裁，离婚证已经办好了，现在你跟苏雪毛有任何关系了。傅南城毛什么情绪波澜，现在想到苏雪他就觉得恶心。那条地级之星被苏雪带过了，已经脏了，只能当成垃圾丢进垃圾桶里。就算丢进垃圾桶里，苏雪也不配带。还有那个苏慈，他也不会轻饶他。脑海里浮现出昨晚那张白瓷小脸，黑色的长发凌乱的缠在他的脸上和颈子里，像熟透了的水蜜桃，软媚的不成样。偏偏他还拿一双湿漉漉的眸子瞪着他，不肯被驯服。他知道，不知道他那个样子更能激得男人热血沸腾，激起男人满满的挑战欲和征服欲，甚至事后还让男人念念不忘。你们都下去吧。是。工作了一会儿，傅南城丢下了手里的钢笔，他看了一下时间，现在已经晚上8点了，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傅南城穿着西装外套想出去找苏慈，就在这个时候，傅莹莹回来了，他打招呼，小叔，你今晚睡这里啊？傅南城见他一个人回来了，并没有看到苏慈，英俊的眉心动了一下，他不悦的沉声道，你那个同学呢？卯一起回来。慈慈啊，今天在学校里，我看到慈慈跟傅爵哥在一起了，他们应该是去约会了。这话一落下，傅南城眼底的温度骤然降到了冰点，他竟然跟傅爵去约会了。傅莹莹卯看懂自家小叔的脸色，自顾自的叹息一声，哎，我把慈慈当小婶婶，慈慈却想当我小嫂子。傅莹莹发现小叔的脸色变得好可怕啊。小叔，你怎么了？傅南城面无表情的看着他，毛怎么？今天我给你带了一份试卷，回房去刷试卷。刷试卷？他都上大学了，还没有摆脱刷试卷的魔咒。傅莹莹当即表示抗议，小叔，我不想刷。傅南城表示抗议无效，一份不喜欢，那刷2份。傅莹莹扭头就跑了，一份就一份。他真的搞不懂自己哪里得罪小叔了，小叔干嘛虐他？傅南城他抽出一根香烟叼在了薄唇上，然后两手拢风，紧蹙眉头，将香烟点燃，狠吸了一口，脖子的烟雾被缓缓吐了出来。他跟他小侄去约会了，昨晚刚上了小叔的床，今天就跟小侄去约会，他还真行。深夜11点，张扬的红色法拉利跑车停在了一品兰别墅的草坪上，傅爵绅士的打开了后车门，苏慈走下来，他脸色还很苍白，白天在学校里晕倒了。傅少，今天麻烦你了，陪我输液到这么晚。没事，医生说你药物过敏，你是什么药过敏啊？傅爵关心道。苏慈虚弱倒没什么，就感冒药。总之今天谢谢你。傅爵摸着苏慈的头，说着说什么呢？你可是我女朋友，我照顾女朋友不是应该的吗？这时苏慈敏感的察觉到有一道目光正落在他的身上，他抬头，当即在2楼的雕花阳台处看到了男人那道挺拔精冷的身影。苏慈下意识里又抬头看了一眼，阳台上的男人一手抄裤兜里，一手夹着烟在抽，他隐在黑暗里，脸上的神色看不真切，只像帝王般冷漠的睥睨着他们。苏慈快速躲开了傅爵的手，傅少，我先回去了。他进了别墅。苏慈上楼，疲倦的想回自己的房间，肚子里还隐隐作痛，他只想躺在床上好好睡一觉。可是刚上楼，那道挺拔精冷的身躯就走了出来，挡在了他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纤长的羽节颤了颤，苏慈闻到了他一身的烟味，尼古丁的味道，因为价格不菲，用的都是高档烟草，被金钱堆积出来的男人品味一点都不难闻，甚至是好闻。他身上也冷，不知道在阳台那里站了多久，比外间的寒露更冷冽。苏慈抬头看向他，傅总，你有事？傅南城右手抄裤兜里，左手戴着名贵腕表的修长两指里还夹着香烟，他在疏淡的光线里看着他，薄唇勾着，压着声音问，跟我小侄去哪里玩了？玩这么晚才回来？傅总，我们不熟，这是我的私事，莫必要向你汇报吧。傅南城也不怒，他抽了一口烟，然后将烟雾全部吐在了他巴掌大的小脸上。尼古丁的味道猝不及防地窜入口鼻，苏慈被呛，当即咳嗽了起来。这时他夹着烟的手指捏住了他小巧的下颌，迫他抬起了这张咳得泪水连连的小脸，笑得轻佻恶劣。刚上过床，你说熟不熟？苏慈苍白的小脸意味了酡红的颜色，是羞愤的。他竟然吐烟他脸上，还对他说这种话。人人都说这位富家掌权人有多正经和不近女色，在他看来都是假的，他欲才是真的。苏慈拽紧了两只小拳，不甘示弱地看向他，傅总，我现在是你小侄的女朋友，我们去哪里约会，去哪里玩，你也要管吗？傅南城脸上那点笑意都卯了，手指用力掐住了他的下颌。傅玉亲你的时候，你肯张嘴吗？苏慈疼得拧眉，但纤柔的腰杆越发挺直了，那细长的眼尾上挑，露出几分软媚之色。怎么张嘴？是这样吗？他看着他轻启红唇，露出了一点红红的舌尖，鲜活的眉眼，满满的挑衅。看着清冷柔弱的女孩，现在怎么看怎么吊胃口。傅南城英俊的眉梢猩红，手指下卯轻卯重，在他下颌的交击上掐出了红痕。他气得笑出声，那避孕药是不是又要让你吃一下？作为你们的小叔，肯定要为你们善后。听着他的话，苏慈成眸骤冷，他抬手用力往他那张可恶的俊脸上扇去。啪！清脆的巴掌声响起，傅南城被打偏了整张俊脸。苏慈手心在发麻，打他用了10分的力气。他在想，这一巴掌他昨晚就应该给他了。傅南城一片阴雾，
这是他人生里第一次被女人打耳光，舌尖顶了一下被打的右脸，他缓缓将脸转了回来，目光狠厉地盯着他，好像要把他给吃了。他竟敢！你这一巴掌，我昨晚就应该打你。苏慈将自己的小脸送给他，副总，你也来打我啊？你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发句话都能让我从叶城消失，随便你怎么折磨我。男人精瘦的胸腔里涌上一层辛辣的戾气，他傅南城什么时候这样纵容过一个女人？他都要爬他头上来了。他是有很多折磨他的办法，像对付那个苏雪一样。可是傅南城看着他脆弱的脸蛋，水水的眼睛，心里终究是舍不得，毕竟是跟过自己的女人，要说毛点恻隐之心是不可能的。傅南城愤然离开，苏慈回到自己的房间。傅南城，从第一次见面你就欺负我，一步步把我推进深渊，我替别人联姻你不知道，我不是苏雪你不知道，我药物过敏你还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几天后，苏慈心想，傅南城这几天都没来过，真是谢天谢地，回到了一品兰别墅。但是他发现他毛有钥匙，钥匙在傅莹莹那里。他打给傅莹莹，莹莹，我忘记带钥匙了，你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啊？傅莹莹说着，慈，我现在赶不回去，我小叔那里有钥匙，我跟我小叔说好了，你去拿，我小叔在宋氏酒店的会所里玩牌。傅莹莹将会所包厢的号码也发来了。去找傅南城？苏慈1万个不愿意，但是不去拿钥匙，他就回不了家。苏慈咬了咬牙，只能出发去宋氏酒店。宋氏会所私人包厢，傅南城、温少谦、宋子岭在打牌，包厢里还有一桌，都是这个邺城的非富即贵们，大家组局一起玩牌。宋子岭是宋氏的太子爷，作陪的是几个会所的头牌，都是干净的，陪这些大佬玩牌的。傅南城坐在主位上，烟一根接着一根的在抽，猩红的火苗在指尖跳跃，燃尽，然后丢进烟灰缸里。宋子岭和温少谦对了一个眼神，看着满满一缸的烟蒂。我二哥这2天心情不好，谁惹他了？阿姨这火气不小啊。你别管了，南城自己会调整的。宋子岭道，二哥，今天傅氏挑选珠宝代言人，初选了10名美人，都是绝色，超模小花都有，要不叫他们过来陪你玩玩。傅南城掀起俊美的眼睑，看了宋子岭一眼，你有事？宋子岭直接闭嘴，谁都看得出来这位爷心情不佳，也不知道是谁得罪的。这时温少谦指了一个黑长直的姑娘，去傅总那边帮傅总拿牌。小姑娘怯怯的走过去，声音软酥酥的，傅总，我帮你拿牌吧。傅南城没事妖表情，出去。如此无情的拒绝让小姑娘眼眶一红，怎么又想起他了？一句服软的话都没有，整天只会惹我生气。温少谦挑眉，不应该啊，南城你不就喜欢这一挂吗？宋子岭清汤寡水的有什么意思？要我说还得是性感，有个叫苏尔的超模特辣，二哥有兴趣吗？傅南城狠抽了一口烟，叮一声，手机来简讯了。傅南城点开，傅莹莹发来的，小叔，此已经到了。这时 VIP 房外，婉儿，前面是 VIP 区了，我们进不去。苏尔说着没关系，在这等也一样。中听说那位傅氏继承人今天也在，运气好，说不定还能碰见他呢。看着镜子，很惊讶的看到苏慈。苏慈本来想当做没看到，还是礼貌的叫了一声堂子。苏尔严厉的警告苏慈，这里是宋氏的地盘，你是什么身份，也配来这？赶紧走，别闯祸连累我。苏慈冷冷的回应，我来这里找人的，找到就回去了。苏尔一边嘲笑说着，找人？你能认识这里的人？唬谁呢？苏慈，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东西。此时宋秘书出来叫了一声苏小姐，苏小姐，请跟我来。苏慈说着，宋秘书来了，堂姐，我先走了。怎么回事？她怎么能进去？这个丑女到底钓到什么大人物？温少谦说着，就这一会儿，看了多少次手机了？南城你等消息，女人？不可能，这才刚赶出去，一个我二哥眼光这么高，谁能入他的眼啊？宋子岭很有自信的回复。此时苏慈被宋秘书带进了豪华包厢，苏慈走进来就看到了傅南城，苏慈只想拿了钥匙就走，他走到他的身边，傅总，莹莹让我来拿钥匙的。莹莹？那不是二哥的小侄女吗？苏慈轻轻拧起了秀眉，漂亮的橙眸望着男人英俊冷硬的侧脸，从他进来，他都没正眼看他。他知道那晚打了他一耳光，他还在生气。从没被女人打过的人，这气生的久。傅总，我来拿钥匙的，你可以把钥匙给我吗？傅南城看着他这张脆弱的脸蛋，真是又纯，莫被男人斗过，看着都不禁搞。坐在他身边的这个小姑娘也挺纯的，但怎么纯得过他？钥匙在我口袋，你自己来拿吧。苏慈来到他的面前，傅南城边打牌边将2条长腿向前伸直，他让他摸他裤子口袋。傅总，我找过了，钥匙不在口袋里。是吗？那我可能记错了。苏慈指尖一拳，已经确定他在耍他玩了。像他这样的男人记忆超群，他会记错钥匙在哪儿？钥匙根本不在西装口袋里，他骗他去找，现在他又骗他摸他裤子口袋，他不会再上当了。苏慈受不了这个气氛，他觉得今晚自己过来找他就是自取其辱的。傅总，钥匙我不要了，今晚我不回一品兰别墅了。傅南城一手按压住苏慈的背，苏慈小脸娇羞愤怒的道，傅南城你放开。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慈，你怎么来这里了？傅爵竟然来了。傅爵走过来，小叔，我们就在旁边那桌啊，刚才都没看见你，怎么和慈在一块？苏慈解释着，我来找傅总有点事，不小心摔倒了。傅爵手搭在了他的肩上，哦，那你事情办完了吗？我朋友他们也在，正好介绍你认识。已经办完了，我作为你女朋友还没见过你身边的人呢。
快走吧。傅觉还跟傅南城打了一声招呼，小叔，我带慈慈去那里玩了。少谦哥，什么情况？那个丑女怎么是傅玉的女朋友？傅南城看着苏慈和傅玉在旁边桌开心的聊天，心里很不是滋味。傅南城拿出手机，翻出了苏雪的号码。这几天苏雪急坏了，打了很多电话。傅南城发了一条简讯过去，寥寥几字，今晚过来陪我。这时叮一声，傅南城的简讯来了。看到今晚过来陪我这6个字后，苏雪差点跳起来。傅南城让他今晚过去陪他。天呐，太好了，他终于等到了。苏雪回道，好的老公，我这就来。我已经买到香水了，今晚不用苏慈那个小丑女当自己的替身了，他可以自己去陪傅南城睡了。他等这一天等太久了，等有了夫妻之时，他就能将失去的都拿回来了。本以为傅南城不会再发了，但是这时叮一声，傅南城的简讯又进来了。苏雪点开，傅南城，今晚我想好好看看你的三瓣桃花胎记。三瓣桃花胎记，苏雪脸上的笑容还毛有来得及绽放就枯萎了。什么胎记？他毛有这个胎记啊？难道是苏慈的胎记？刚买到 CC 香水，现在又多了一个三瓣桃花的胎记，苏雪觉得自己真的好累啊。怎么办？他根本就毛有胎记，如果他去的话就穿帮了。他怎么都觉得傅南城这条简讯仿佛在说你不用过来了。那今晚又要便宜苏慈那个小贱人了，只能让苏慈再去做替身，让苏慈去陪傅南城了。苏雪恨恨地将电话拨给了苏慈。包厢里，苏慈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苏雪。苏雪打电话给他干什么？苏慈坐在了一边的沙发上，按键接通了电话。苏雪咬牙切齿的声音传递到了耳畔，苏慈，你现在在哪里？你快点赶去宋氏会所，今晚陪我老公睡觉。今晚陪傅南城？苏慈他压低声音道，苏雪，你这个老公究竟想不想要了？我警告你，别来烦我，我不会再做你的替身了。苏慈，你在傅家没有找到玉佩吧？我知道玉佩具体在哪里。苏慈手指一紧，今晚去陪我老公6901号房，把我老公陪高兴了，明天一早我就告诉你玉佩在哪里。嘟嘟2声，苏雪直接将电话给挂断了。傅南城看着沙发角落里的女孩，他手指紧紧地拽着手机，大概是又气又恼，贝齿还咬着水润的下唇，都快将唇给咬破了。看得出来，今晚他并不想陪她，但是这场游戏开始了，哪里能由他？牌局散了，傅觉带着苏慈起身走了，太晚了，我们慈慈得早点回去休息。傅南城缓缓说着，我们也走吧。傅少你先走吧，不用送我了。我突然想起来在这边还有点事。那好吧，你等会自己回家注意安全啊。宋子岭对着温少谦道，少谦哥，二哥不会真的看上那个小丑女了吧？温少谦点了点头，我看南城刚才一直看着苏慈，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看女人，这是他的私事，你少操心。不说这个了，话说南城怎么还没出来？二哥可能喝多了吧，让我给他在楼上订了房间。这时苏尔电话打了过来，笑道，宋少，傅总愿意见我吗？今天我二哥不想见人，以后我再找机会。苏尔小小的失望了一下，不过很快就笑了，分寸之间拿捏得非常好，没关系，其实我上次也是偶然才救了您，没想过要借此得到什么。你太善良了，这样怎么抢得过那些心机女？你放心，我肯定帮你，我只是仰慕傅总的才华，别的是顺其自然就好。这傻子真好哄，倒是那个苏慈也不知攀上了谁，长得丑，手段倒是不简单。这时他正好看到了苏慈，苏慈正跟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站在一起说话，这就是小丑女钓到的大人物。苏尔当即拿出手机，咔嚓一声拍下了照片。原来是苏慈找了一个借口告别了傅觉，急匆匆的赶了回来，因为太着急了，他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大肚子的男人，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男人回应说着没事。苏慈道了歉，然后跑进了酒店，立刻进去洗手间里，将脸上的伤疤给卸掉了，露出了清冷绝色的小脸。身上的学生服毛发换，不过苏雪也是T大的学生，还是T大的校花，穿这个学生服很正常。苏慈心里想着不行，这次我必须拿回那块玉佩。深呼吸一口气，苏慈来到了6901房间门口，本来以为上一次是最后一次做替身，没想到他又来了。他抬手一声按响了门铃，很快房门打开了，是宋秘书。宋秘书恭敬道，太太，总裁有个紧急工作需要处理，请您稍等一下吧。苏慈走进去，傅南城人在书房里正坐在办公椅上批阅档案，那我不进去打扰他了。说着，苏慈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他看到茶几上放着几份档案，这是什么？太太，这是几份需要翻译的法语档案，翻译官还没有过来。苏慈闲着冇事干，我来翻译吧。宋秘书诧异，太太，你懂法语？苏慈莞尔，我试试。半个小时后，傅南城结束了手头的工作，他看向宋秘书，人还卯过来。过来了。傅南城走出去，看到了苏慈，女孩坐在羊毛地毯上，正在认真的翻译法语档案，她身段很好，少女圆弧形的前胸微微顶着茶几边缘，两条细白的腿并在一边蜷着，无论站着坐着都毛有腿缝，仪态纤沉美好。傅南城莫名想起宋子岭在包厢里说的话，那个谁莫听清说是拥有邺城最美的一双腿，苏慈这腿不比那些人好看，不过他总是扮丑，故意遮住了自己的光芒而已。苏慈投入在工作里，这时男人低沉磁性的嗓音响起，在大学修法语了。他来了。苏慈抬头看着他棱角分明的俊脸，没有，自己学着玩的。
傅南城勾唇，扫了一眼他做的翻译，分毫不差的翻译，有点惊讶，重点还用不同的笔勾了出来，自学就能媲美傅氏的专业翻译官，你到底还藏了多少我不知道的本事？他记得他可是从乡下来的小丑女，乡下人冇见过什么世面，他还真是一个例外。傅南城坐在苏慈身旁，勾唇低笑，会几国语言。苏慈说着，肯定比不上傅总，我就是个普通人。傅南城觉得他冷淡的表面下对谁都保持着距离和戒心，他很想撕下他全部的伪装，看他最真实的一面。现在他的手指头弄着他的头发，少女娇俏的动作让他漫不经心的滚了一下喉结。今天你帮我做翻译，要不要发你工资？苏慈立刻回应不用。傅南城轻声细语的说着，那要不要给你奖励？什么奖励？苏慈疑惑着。这时男人柔韧微凉的薄唇贴了上来，稳住了他。苏慈瞳仁一缩，大脑一片空白，他说的奖励竟然是这个，这究竟是给谁的奖励？苏慈两只小手抵上他精瘦的胸膛，想将他推开，放开我，有人，你秘书还在这里。傅南城的亲吻落在他的脸上，埋进他的长发里，声音暗哑，哪里还有人？我身边的人都有眼力劲，早走了。苏慈看了一眼，刚才还在这里的宋秘书已经消失了，别这样。他小声拒绝，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你可是苏雪，是我的傅太太。傅南城狭眸幽深的盯着他，苏慈挣扎的动作当即停了下来。是啊，他是苏雪，他根本就不能反抗，反抗会让他怀疑的。见他不动了，傅南城搂住了他不盈一握的软腰，将他搂自己的怀里。这么紧张干什么？放松点，你是我的傅太太，我们夫妻亲热很正常，这是我的夫妻权利，也是你的夫妻义务。苏慈心想，苏雪是你的傅太太，那你之前又为什么非要碰我？苏慈蜷着手指挡住男人的嘴，并说着，可是前几天晚上我看见你跟苏慈那个小女佣进了总统套房，你为什么要跟她在一起？傅南城心里嘀咕着小骗子还在说谎。见他漂亮的橙眸看了过来，傅南城薄凉的勾唇，那晚我喝了一点酒，把她当成你了。苏慈那个小女佣我很讨厌，她跟你不能比，我喜欢的是你苏雪。苏慈脸一白，原来这就是原因，那晚他酒后乱性，将她当成苏雪了。好，很好。苏慈恨不得往他这张可恶的俊脸上再扇一耳光。狗男人！苏慈用力的将他推开，起身进了沐浴间，在心里呐喊着，真的是很恶心。傅南城跟过去，女孩站在盥洗台边，打开冷水洗手，纤长的羽结垂落着，看得出来她心情不好。他站在她身后，手搂在她的软腰上，怎么生气了？没有，不敢。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根本就不是他喜欢的苏雪，而是他最讨厌的苏慈小女佣吧。苏慈挣扎，不想让他碰，放开我。这时男人将他转了过来，手抓住苏慈的手，并说着，傅太太，我在你面前是不是很好说话？苏慈疼的眼眶一红，他抬头有点害怕的看着男人，心里铃声大噪，他差点忘了傅南城这男人在商场说一不二，说话行事做绝，他怎么能随他？尤其是夫妻之事，他想要就必须要到的。那今晚已经不是催他履行夫妻义务，而是必须要他履行夫妻义务了吗？不要，他是苏慈，是他最讨厌的苏慈，他才不要顶替苏雪真的陪他睡。苏慈开口说着，傅南城，你冷静我身体，姨妈还没走。他将他打断，带着几分取笑，你这姨妈都快来1个月了吧？苏慈，傅南城将他抱起来放在洗手台上面，靠近着苏慈。苏慈闭了一下眼，还想挣扎，头转过去，另一边用手挡住男人的胸上。傅南城的亲吻落在他的脸蛋上。傅南城这时候有点愤怒，故意扫我心，你这嘴巴不会张了是吧？双手再次捏住他的小脸，直到将他的小嘴巴捏成了一个 O 型。男人立刻吻了上去，不给他挣扎的机会。他脑袋乱糟糟的，知道自己挣扎不过来，之前他没有心理准备，毕竟前2次他温柔又体贴，很顾及他的感受。可是这一次他像变了一个人，不再由他。他怎么了？苏雪这时他在他耳畔叫出2个字，他在叫苏雪。苏慈巴掌大的小脸褪去了所有的血色，变得煞白。他不是苏雪。柔白的手指攀上他英挺的肩，他张嘴委委屈屈又狠狠地咬了他一口。傅南城吃痛，那晚他就在他的肩上咬出了一个秀气的小牙印，现在他又咬了上来，真疼。谁让他扫他心，他也故意叫苏雪的名字。这时苏慈动了动，你买那个了吗？我不想吃药，也不想怀孕。这时傅南城长臂伸过去说着，叫什么傅南城，叫声老公来听听。